只是因为我的一句绝交。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竹马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望着我，也不会出现在我面前惹我生气。前世我因为他的病对他避之不及，直到一场车祸，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场，最终和我一起赴死时，我才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重生的第一时间，我就立马飞奔去找他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呆呆地站在树下看着我，只要仔细观察，就能发现他和别人的不同。我迈开步子朝他走过去，没想到这些年不见，他竟然长得越来越帅。看着我的出现，风四年眼底的呆滞立刻泛起波澜，那视线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很快他想起我说过，不许他出现在我面前，却没想到腿和大脑没协调，左脚刚踏出一步，整个人就呆在了原地。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，他却低着头微微抿了下嘴，声音机不可闻地蹦出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愣住了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自己道歉，也实在没想到我们见面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道歉。他说完又陷进自己的世界，鸵鸟一样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。小时候我就知道风四年有自闭症，没遇见我前，基本上能闷头对着地板发呆一天，白天黑夜傻傻分不清。直到遇见我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和别人一句话不搭，却会在看到我时，视线紧紧跟着我走。想到这，我看向风四年，微微笑道：“你是专门来等我的吗？”风四年依旧低头看着地面，没有回应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点了下头。我又耐心追问：“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呢？”结果他只是摇摇头，一时间相顾无言，气氛陷入诡异的沉默。我挠了挠后脑勺，不知要怎么开口。风四年也不着急，看着地面发呆。可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！站在汽车旁的司机看着我们这边的情况，急得直跺脚。少爷啊，你每星期要来李小姐的校门看一趟，现在好不容易见到人了，怎么又不说话？突然间，一声咕噜声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尴尬。我眨巴下眼，确定声源没找错。你饿了吧？中午饭还没吃呢。他睫毛颤了一下，终于抬起头，迷茫地看着我。饿了。我解释道：“你肚子咕咕叫了，那就是饿了。”他小声哦了一句，又低头呆呆地看着地面。我拍拍脑袋，想起在他的脑袋里并没有这个认知，于是我笑着一把牵起他的手，往食堂方向走。风四年怔了一下，眼睛缓缓移向他们紧牵的手，唇角扬起一抹细微的弧度。司机见状，连忙欢喜地跟上。我们到达食堂时，正是下课高峰期，突然来了一个超帅的男人，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。风四年不自在地紧抿嘴唇，整个人本能往我这边缩了缩。看着风四年的样子，司机脑子里瞬间警铃大作，糟了，少爷对别人目光敏感，这么多目光要是刺激，很容易情绪失控，发生自残或者伤人行为，立马小跑过去。我没觉察有什么异样，转过头问他：“你喜欢吃啥？”风四年脑袋正一阵一阵的抽痛，可是听着女孩的声音，身上的暴躁立马就平复了下来，也没有回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的问题，怕他太无聊，于是自言自语起来：“我记得你以前老爱夹我碗里的茄子，还喜欢吗？再给你来份肉吧，得营养均衡。”听着我嘀嘀咕咕地说这话，风四年的眉头渐渐舒展开，眼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司机本已迈开的步子狠狠收住，眸里全是震惊。少爷发病时，每次都要花费9牛2虎之力才能把人安抚好，这才不到2分钟，竟然就被李小姐安抚好了。难怪夫人嘴里老是念叨。到了打菜窗口，我直接点了2份完全一样的饭菜。OK， 咱们把托盘端去那边吃。我手把手教他端托盘，刚抽出手他就皱紧眉，立马把手又送回来，掌心贴着我才松了口气。你现在要端托盘，不能牵手。我又抽出来，风四年又牵，如此好几回，我不自觉地拧起眉心。他这么难沟通的性子，也是我以前讨厌他的原因。要是搁上辈子，我早就发脾气了。只不过死过一回的我，脾气比从前多了层皮，就由着他粘。风四年见我皱着眉，眼里很快多了抹慌张，嘴角紧绷。苏浅浅这是生气了，因为没听话就会让他离开，可他就是停不下来。他想一直和苏浅浅牵着，微微会讨厌他，会让他离开，会再也不和他说话。越这么想，脑袋越疼，像一堆钢针扎着他。他猛地抬拳往太阳穴砸了一下。风四年突然的动作吓了我一跳，连忙拉住他的手，安慰道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们不松开了，就一直牵着，一直牵着好不好？”远处的司机也条件反射以为他又发病，连忙跑到他面前，从兜里掏出一瓶药就要喂给他。少爷，我带了药，吃了就不会痛了。风四年没理会司机，只是呆呆盯着我，嗓子发干带点不确定。真的，你不松也不会讨厌我。我赶紧把2只牵在一起的手举到他跟前，认真点头。真的，看。风四年嘴角微微上扬，乖乖站在我身边，像啥事都没发生。司机彻底看傻了眼，李小姐这简直就是神了呀！眼见我一只手端着歪歪扭扭的托盘，司机立刻冲过来：“李小姐，我帮你端吧，你和少爷去那边坐着休息。”我确实腾不开手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我带着风四年到一个角落找了个位子坐好，一会儿司机也把2份饭菜摆到桌上，我把饭卡递过去：“你应该也没吃午饭吧？饭卡给你，你去打点吃的吧。”司机立马摇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等会儿啃个面包就得了。”守着少爷是头等大事，自己跑去排队吃饭，万一少爷又发病了怎么办？我知道风家规矩多，也不勉强，把筷子递给风四年示意开饭。风四年看了看筷子，再抬头望我一眼，半天才慢腾腾接过筷子。风四年吃饭特别慢，每口菜都嚼个半天，有时候会发呆半天。见他夹着一块肉正煮，我侧过身，温声提醒：“风四年，先吃饭。”他睫毛微抖，仿佛刚从梦境里抽回神，把肉慢慢送进嘴里。司机眼见这一幕，惊掉了下巴。以前谁要敢打扰少爷发呆，下一刻立马就会掀桌子，也就李小姐有这个本事。我埋头吃饭时，突然一双筷子伸进我的菜盘，悄摸夹走一块茄子。我盯了他2秒：“你那边茄子不是没动的吗？”
风四年不说话，又把我的土豆夹走，我只好直接把盘子推进一边。吃完饭，我送风四年到校门口，叮嘱司机，麻烦您把他顺利送回家，毕竟风家在隔壁市区，回去还要好几个小时。李小姐客气了，这是我的分内事。风四年听到我的话，攥着手不松，眼神深沉，带着一丝不舍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想起上辈子最后见到的便是这样的眼神，语调也柔软些。你现在要回家了，在头阿姨可要担心了。风四年摇摇头，我踮脚揉了揉他的脑袋，乖一点，快点回去吧。他瞬间亮起一双眼，原本的固执也化成柔顺。小时候我每次哄他办正事，我都爱这样揉揉他的头，可自从被同学嘲笑后，我就再也不摸了。记得到家给我发消息报个平安，知道吗？风四年愣愣地问我，苏浅浅，你会回消息吗？我点点头。他嘴唇绷着，但围角弯出了细小弧线，分明是在偷着乐。风四年规规矩矩上了后座，任由司机载他回家。妈妈说想一个人可以发信息，可每次他发给苏浅浅，他都不回。不过这次他答应会回复。风四年一路捏着手机，巴不得立刻飞回家发消息。目送风四年离开之后，我转身回宿舍，刚进门，李荣就气势汹汹扑了过来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说帅哥哪勾搭来的？我一头雾水，什么帅哥？就是你在食堂那位啊！隔壁宿舍的人都传遍了，你和一个长得逆天的帅哥一起吃饭，他还为你自残捶脑袋，旁边还有个一般长相的舔狗给你们端饭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彻底懂了八卦的威力。哪跟哪啊？风四年只是我朋友，那个男的是风家的司机，我真没在两个男人间游走。李荣满脸写着不幸，朋友会这样拉手，我简直不知道咋说，不是十指紧扣谢谢。而且他情况特殊，有自闭症，很多时候要哄着，不然会发病。李荣的反应和别人一样，表情可怜，这么帅的男生随便吊打一大片，偏偏有精神疾病，太可惜了。我下意识皱了下眉，以前也无数次听人讨论风四年，我从不当回事，可如今再次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居然很不舒服。另一边，风四年回到家后，王桂英立刻迎了上去，就看见自家儿子在盯着手机，在想些什么。这一幕他早就见怪不怪。小年，今天玩的还好吗？饿了吗？妈这就进厨房给你做最爱的茄子。顾君玉只是站在玄关，没有往里再进一步，拇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，之后又对着手机开始发愣。他的行为奇怪，但王桂英还是发现了他微翘的唇角，这是他心情很好的表现。小年在看什么呀？可当视线落在屏幕上，他的笑容僵在脸上。手机页面是与我的对话窗口，最新一句时，我到家了。下面密密麻麻的消息：云是今日小雨，云是今日晴，云是今日大雨。清一色前头亮着刺目的红色感叹号。我早已把风四年从通讯录里删掉，可是风四年却不知道这些感叹号什么意思，还一直不厌其烦地发着消息。王桂英眼眶一下湿润，悄悄捂住嘴，止住抽泣。小年，先去吃饭好不好？说不定饭后苏浅浅就会回你。手还没碰到他胳膊，风四年已经侧身让开，紧绷着眉头。苏浅浅就说会回复的，他要等着。如果苏浅浅就知道他不等不乖了，会不理他的。就像上次他没有乖乖听话，就再也见不到苏浅浅就了。王桂英见他情绪不对，只好柔声说道：好，不吃饭，先等等。3小时过去了，风四年依旧僵站在玄关，不愿意吃饭，死死盯着手机。王桂英扑进丈夫的怀里，泪流满面。老风轻拍她肩膀，语调安抚：别担心，小年也不是第一次这样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你先吃点，别饿坏了身子。王桂英红了一双眼，可之前她最多1小时就走开了，现在都3个小时了。她急忙掏出手机，不行，我要给苏浅浅打电话。风爱国蹙眉，咱不是说好再也不打扰人家了吗？王桂英哽咽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儿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一个妈咋忍得住？说罢，她咬牙拨通了电话。另一边，李荣的洗漱用品用完了，趁着晚上没课，拉着我去宿舍门口的超市补货。回程路上，八卦又提到了我中午找你的那个帅哥，青梅竹马跑不掉吧？虽然有点小毛病，可你们那熟络劲儿，没点心动。我笑出声，摇头，那怎么可能？你真不知道他小时候多闹腾，见了就头大，没心动简直太正常。回忆那段童年，风四年哪怕我去哪都跟着，连上厕所、洗澡都寸步不离。8、9岁时没啥概念，后来一懂事我就受不了这种变态的依赖。李荣瞪大双眼，真的假的？帅哥在眼前你都无感？我无奈苦笑，真的呀。心里想着，别说最初没动心了，现在重活一回我还是没动心。但想到上辈子风四年居然为了我一起赴死，我的心底还是有些气恼和惋惜。他本不应该为了依赖我而活，更不该把命搭进来。这一世我就帮他治好病，报答他陪我赴死的恩情吧。他一向抗拒医院，拒绝见医生，只有我在旁才肯半推半就配合点。自从绝交后，我再没见过他，只偶尔听说他稍微好转的病情急剧恶化，不过以后我会陪着他的。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摸出口袋里的手机，屏幕上跳出王桂英3个字，我不禁怔了一下。上次和江阿姨还有联系，还是高中刚毕业上大学那会儿，她偶尔会打电话过来，内容也都离不开风四年，不是病情发作，就是抗拒看病，总是让我出面劝她几句，可每次都被我拒绝了，因为我不想再和风四年有任何交集。久而久之，王桂英的电话也渐渐少了。电话那头，王桂英的声音带着哽咽：浅浅，阿姨知道小年以前不懂事，曾经伤害你，你讨厌他也完全没错，可现在只有你能让小年听进去话，你不用见他，发条消息劝劝他配合治疗就行了，好吗？我赶紧安抚：阿姨，风四年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说说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王桂英语气无助，她回家后就一直愣着，整整3个小时连饭都不肯吃，只给你发了消息。我知道你把他拉黑了，他又不明白这些。我顿了下，才想起来当年生风四年的气，一气之下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，这么多年早已忘记了。但我答应过风四年，只要他回到家发消息，我一定会
会回复。难不成他现在正在等我消息吗？阿姨，你把他的手机号发我下，我先把他微信加回来。我赶忙出声。王桂英不知道有多高兴，立马把号码发了过来，还顺手帮忙通过了好友验证。我看着风4年的灰色头像，忍不住笑出来，随即发了条信息：到家了吗？假装不知道他在门口傻站3个小时的事。看到新消息弹出，风4年原本一潭死水的眼里像是被点亮，僵着的嘴角也慢慢扬起来。浅浅回他了，浅浅也在想他，于是慢慢的打出一个这次我直接秒回：吃晚饭了吗？要记得吃饭哦。风4年一脸茫然抬起头，对上爸妈那双裹着担忧的眼睛，他虽然看不明白，但终于开口要吃晚饭。王桂英一听，瞬间欣喜若狂，马上跑进厨房：儿子，妈这就给你端热饭来。风爱国见状脸上也十分开心，可是心里还有点不是滋味，自己养了20多年儿子不听话，却只对外人言听计从，这叫啥事啊？可这种心情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他招招手：小年，来吃饭，要到餐桌来吃。风4年慢慢走过去，吃饭动作也是极慢，但步骤明确，先吃米饭，用什么菜配多少菜都要按照要求来。这些怪癖别人不懂，可王桂英只要看他愿意张嘴吃，怎么都行。吃完饭后，他放下筷子，手机立马出现在手上，第一时间向我发来晚饭已完毕的汇报。我立即回了句：真棒。风4年得到鼓励，嘴角又悄悄上扬，眼里仿佛藏了一点点得意，随即转身往楼上走。王桂英声音里掩不住激动：老公，你看，以前我给微微打电话，她都一口拒绝，现在愿意帮咱们劝小年了。你说，要是我再拜托她陪小年去医院，她会不会也答应？风爱国拍了拍他的手，劝他别太冲动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咱们再看看，别到头来希望落空更难过。夜幕下的十字路口，2辆车相撞，满地狼藉，空气里夹杂着嚎叫和汽油的糊味。尽管昏沉得看不清细节，我还能分辨出那个人的身影。他死死将我护在怀里，一点都不怕眼前肆虐的火舌。烈火将他的脸映照得明明白白，而他那双没有尽头的黑眼睛里面全是我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又梦到前世的场面了？我正准备倒头再睡，可是脑海里还回荡着梦里风4年的身影。鬼使神差间，竟给他发了一条微信：睡了吗？等清醒过来，我才拍拍脑门，谁家好人凌晨3点还没睡觉啊？正准备撤回消息，却收到风4年的消息：没有。我愣了一下，又瞄了一眼时间，确定这不是下午，而是夜半3更，忍不住追问：怎么还不睡？在干嘛呢？风4年的回答一向言简意赅：躺着。我愣了下，才反应过来，他的躺着就真的只是躺着，其他什么事也不做。我想起小的时候，他曾在我的家里过夜，那回他嚷着不想回家，王桂英硬是把我们拆开，他大哭一场，没辙，只能留他继续睡我家。夜里我被尿憋醒，刚睁开眼就发现风4年瞪着一双溜圆的大眼珠，直愣愣盯着我。我迷糊的问他：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那时小风4年说话磕巴的很，结结巴巴的挤出句：我在睡觉。骗人，睡觉应该闭着眼睛。说着我伸手盖住他眼皮，就像这样。看他眼珠还不安分的乱转，我立马补刀：不许睁开。小风4年这才乖乖闭眼不动。想到这里，我轻笑了2声，给他发去信息：睡觉要闭上眼睛。风4年呆呆的回复：我知道，浅浅教过。那现在就闭上眼睛乖乖睡觉吧。我总感觉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得意，于是给他发了一个摸摸脑袋的表情包。收到表情包的风4年疑惑了一瞬，他能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，但却不明白这些图片的意思。不过摸脑袋，浅浅想摸他的脑袋。他的眼睛倏地亮起，盯着图片看了许久，久到我又重新睡着，一个同样的表情才发过来。周2是我课最多的那天，为了不迟到，我一大早就起床了。而另一边，风4年7点准时坐上小车。王桂英看着坐在后排座位的风4年，面色忧愁：夫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封好少爷的。司机拍着胸脯保证：我知道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泪眼朦胧。有时候我是真的怨浅浅，他怎么能那么狠心，真的就和小玉断了4年的来往，害得小玉原本好转的病情也恶化，每周还要去那么远的云市找他。毕竟的亲妈总是偏向儿子，浅浅不知道我们小玉去找他这件事不怪他，而且小玉会好的，就算好不了，我们风家家大业大，难道还怕养不了小玉吗？风爱国说道。可我们总不能陪他一辈子，万一……王桂英还想说些什么，司机便开口打断了他的消极情绪：夫人，少爷上周去云市的时候，苏小姐见了他，还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了。王桂英和风爱国皆是一怔：食堂吃饭？是啊，说不定今天苏小姐也会见少爷的，还会让他早点回家呢。司机说道。时间到了，风4年看了眼手表，表情有些生气。司机快手速回到车上，油门一踩，车子迅速驶了出去。中午放学后，我和李荣去食堂吃了午餐，然后就回宿舍准备午休。正半梦半醒间，听见枕边的手机响起信息提醒声，迷迷糊糊的摸起手机：王桂英，你和小玉吃完午饭了吗？听说今天云市有雨，吃完就让他早点回家吧。和风4年吃午饭，我迷糊的回了一句：阿姨，您是不是发错人了？下一秒，王桂英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慌忙问道：小玉今天一大早就去云市了，她没去找你吗？找我了。我的睡意霎时清醒了一大半，从床上坐起来：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校门口看看。我匆忙爬下床铺，上次我就是在校门口发现的他。我赶到校门口旁的那棵大树底下一看，果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你来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我喘着气来到风4年面前，风4年的唇角在看到我的时候浅浅上扬，可当听见我的问题时，又不安地低下头，眼睛不敢和我对视，好半晌才抿着唇回答：浅浅，不想见到。我瞬间怔了怔，因为我不想见他，所以他宁愿在校门口站1天也没有告诉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见？我正想为自己辩解，然而话才说一半就顿住了。我还真说过，那是高考结束后毕业聚餐，风4年说什么也要跟着我一起去，加上父母也一直劝自己，只好把他带上了。当时我有一个抱有好感的男同学，聚餐的时候还偷偷看了他几次，可是风4年永远不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直接在现场问道：浅浅，为什么一直看他？班上50多个同学和老师马上投来看戏的眼神，害得我直接当场社死。而那位男同学什么反应也没有，甚至还和身边调侃的兄弟说了句他
们不熟。于是回到家后，我哭着和父母说，以后再也不想见到风思年了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嘶吼着对他说，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他。想到这里，我认真叮嘱他，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想见你了，所以下次再来找我，一定要和我说，知道吗？风思年的脸上瞬间扬起灿烂的笑容，重重的点头。别看风思年呆呆的时候很呆，可是他的笑容颇有种一笑倾城的魅力。此刻旁边的同学都看得呆住，别笑了，就算我只是把他当朋友，也不自然的红了脸颊。风思年很听话，马上就将嘴唇抿成一条线，全然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。我轻咳一声，拍拍自己微红的脸蛋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你在这里等多久了？吃过午饭了吗？他没有说话，突然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脸颊，拍红了？这不是拍红的。我尴尬的解释。他的脑袋歪了歪，眼神困惑。为什么红？就是跑得很累很热，所以才脸红的。我可不好意思说是被他的笑脸羞红的，急忙岔开话题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吃饭了吗？少了一个问题。风四年记得浅浅是问了2个问题的，1个小时37分，没吃。平时我都是只有5分钟的耐心，没想到他竟然就站着一动不动，等了1个多小时。如果我没出来，你是不是就要一直等到天黑？风四年晚上8点20分回家，4个小时的车程，回到柳市已经是11点半了。我瞬间有些难受，你这么晚回去，江阿姨不会担心吗？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司机杨旭立马把话题抢了过来，唉声叹气，每次少爷来云市，夫人就担心得吃不下饭，生怕少爷出意外，又或者在外面发病。可是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除了你，没人能劝得动。每次我注意到他话里的措辞，诧异道，他来找过我很多次了吗？是啊，从你来云市读大学开始，少爷每周2都要过来看你，说是看你，可来了之后就往校门口一站，什么也不做，不进去也不喊你出来。我猜是因为你说不想再见到少爷，所以他才每次只是偷偷来看看吧。我现在大4，从入学开始计算，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了，那这3年里他就来过110多次。突然我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个八卦，说是校门口这边经常看到一个帅哥在等人，估计是和女朋友吵架了，所以来学校这边等人，但是等到晚上也不见女方出来。一开始这件事也挺新鲜的，大家都在期待能让帅哥心心念念，从早站到晚的女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。可是月复一月都只有他一个人站在校门口，于是渐渐的大家也都习惯了。那时李荣也拉着他说要去校门口看一眼到底有多帅，可他到校门口的时候根本没看见什么帅哥，只有路边停着一辆低调奢华的黑色小车。我转头看向门口的那辆小车，和当时见过的一模一样，和上辈子火场旁边停着的也一样，怪不得他当时会出现在现场，原来他一直都跟着我，难怪那么粘人的他却一直没有出现在我跟前，我还以为后来他的病情减轻了，原来他的病一直没好。我眼睛泛酸，那为什么我以前路过校门口都没有看见他？因为少爷躲起来了，怕你说他不听话。杨旭的心口也跟着酸涩了起来，但是去年开始很少见到你再经过校门口了。去年我神情晃了下，想起大3那年的课程特别多，只有周末才会从校门出去，难怪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下意识想躲着我。风4年似乎感觉我情绪低迷，赶忙慌张安慰我，浅浅不哭不哭，学着我摸他头的样子摸着我的头。杨旭看见风4年的举动，心里有些触动。苏小姐，虽然我说这些不合适，但少爷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我拉过风4年的手，我没哭，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我们来的晚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，于是我买了一份蛋炒饭，拉着风4年坐到角落，先吃这个填一下肚子，待会儿饿了再让司机给你买点吃的，坐车回去的时候吃，好吗？风4年听话的乖乖吃饭，我坐在一边，脑海里却浮现司机刚刚说的话，少爷是真的很喜欢你。风4年的脑子真的懂什么是喜欢吗？他依赖我，也只是因为他的病而已，等他痊愈了，估计连见都不想见我了吧。风4年，你最近有去张医生那里吗？我轻声问道。张医生是国内治疗自闭症的权威医生，从小就给他治病，我见过很多次，人很和善。风4年听见这个称呼，眉头轻蹙，看起来不太开心。没有，我没感到意外，他的病一直不好，肯定没有治疗，为什么不去？风4年突然大喊大叫起来，桌子上的炒饭也被他推倒在地。不去，不去，我不去！突如其来的发病让我哥霎时愣住，在远处看着的司机杨旭迅速跑过来把他抱住，防止他会做出什么自残行为。我口袋里有药，快拿出来给少爷吃下。我紧张着急的把药瓶拿出来，却想起以前张医生说过的话，不行，吃太多镇定药对身体和精神都有损伤，要劝他自己平复下来才行。少爷发病谁劝得了？杨旭用力的箍住风4年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我伸出双手捧住风4年的脸颊，风4年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们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嘴里不断重复这一句话。轻婉的声音在刺痛的脑袋里萦绕，是他熟悉的声音。风4年的狂暴慢慢退去，脑中的刺痛也被抚平。不去，他撅了撅嘴，委屈巴巴的开口。杨旭见自家少爷这么快就平静下来，人都傻了，或许真的过不了多久，少爷的病直接就好了。我看到风4年平复下来，便把自己的手收回，向朝我们这边看来的同学食堂阿姨道歉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我们等下会收拾的。说完，我担心的朝杨旭看去，你怎么样？哪里受伤了吗？刚才有点急，就撞了一下桌子。杨旭抬起胳膊，上面多了一滩淤青。我眉头轻蹙，我们食堂放有应急药箱，你等一下，我去拿。杨旭正想说这点小伤不碍事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我就走远了。你自己擦一下药吧，我来打扫垃圾。我把药箱递给杨旭，然后提起扫把开始清扫。尽管我的面色平静，但风4年还是察觉到我情绪不好。浅浅，风4年扯了扯我的袖子，他不知道要怎么做，只能无助的喊我。我抽出我的袖子，没有理他，认真清扫着藏在角落里的碎片。等我把垃圾打扫完的时候，风4年已经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。我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伸出手摸向他的脑袋，厉声说道：“你刚刚把我买给你的饭打翻了，还伤到了别人，对不起。”风4年道歉的飞快，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一样。还有他，说着我指向杨旭，对不起。风4年嘴里的道歉说得极快，得到原谅。风4年再次伸手扯上我的袖子，见我没有挣脱，他
他就知道我原谅他了，脸色也变开心起来。刚才为什么头疼？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风四年着急的摇头，没有，他才不会生浅浅的气。我知道你的头疼是突然性的，但是下次我们试着努力控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风四年委屈巴巴的点头，只要是浅浅说的，他都会统一的。等我们从食堂出来，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，似乎就要有大雨降临。我下午还要上课，你今天早点回家好不好？风四年顿时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我带着风四年走出校门，路上收到李荣发来的信息，问我有没有沉浸在男色中，忘记了下午的课。我轻笑一声，边回信息边走路，看到我的注意力被手机吸走，风四年的神色可怜，脸庞耷落，像极了一个被遗忘的、等待被恩宠的小狗狗。眼看着我就要撞上前面的垃圾桶，他悄悄伸出小手，扯着我的衣袖绕过障碍物。于是我干脆伸出一只手抓着风四年的衣角，让他带自己。看着揪着衣角的那只小手，他低落的情绪又突然高兴了起来。这个动作就像小时候我和别人玩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一样，那个时候他只能站在大树底下看着浅浅和别人玩，现在他终于也能和浅浅玩了。直到走到校门口还有些意犹未尽，我转头对杨旭说道，对了，你等下路过什么饭店就给风四年买点吃的，刚才食堂的炒饭没吃几口就被他打翻了。这个苏小姐，还是你给少爷买吧，我怕我买的东西少爷不愿意吃。杨旭神色有些为难，我想了想，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，只能到旁边的便利店买几个面包给他，坐车的时候吃，知道吗？风四年如同珍宝似的紧抱着这几个面包，乖乖点头。看见他这副模样，我沉默一瞬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自己说的话，于是又多叮嘱几遍。等他们开到半路，大雨就落下了，周围被沉闷的水声包围，咕噜咕噜的肚子叫声在车里特别清晰。杨旭轻笑，少爷，你要是饿了，就先吃2个面包填一下。半晌，风四年不悦的拧眉，为什么要吃？这是浅浅送给他的礼物，吃了就没有了。王桂英看到风四年回来都是笑着的，于是微笑着迎接他。小年今天好像很开心。杨旭也笑着点头，是啊，少爷见到了苏小姐，心里肯定开心。苏小姐还给少爷买了面包，但现在都捧着不愿意吃呢。他开心，捧着就捧着吧。如果风四年能一直这么开心，就算他要捧着1箱面包，王桂英都会给他买。还有一件事，杨旭神色担心，少爷今天在外面发病了。什么？那小年有没有受伤？王桂英脸色突变，夫人。杨旭把他叫住，将苏浅浅1-2句话就把发病的风四年哄好。还有他关心少爷用药太多损伤身体这事告诉他。听见自家儿子没有受伤，王桂英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接着他又想到，浅浅愿意见小年，还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这是不是说明他已经和小年和好了？那浅浅是不是也愿意陪小年去医院治疗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就激动的马上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过去。另一边，我下课后看见手机上的未接来电，随即回了个电话，阿姨，您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？浅浅啊，今天小年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就是想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他怕是能找个墙把自己撞得满头伤痕。王桂英连连叹气，阿姨您放心，以后如果风四年再发病，我一定会劝住他，不让他受伤的。我当即安慰他，王桂英，有你在，阿姨肯定是放心的。可是小年发病的时间无长，你也不能一天到晚24小时看着他，那怎么办？我知道他有话要说，其实吧，只要小年的病痊愈了，我们也就不担心了。但是我们都劝不动他接受治疗，小年听你的，只要你和他说了，他肯定会同意的。阿姨知道你在云市，不方便回来每周陪小年去看病，但是1个月去1次就行了，我可以让司机接送你。我一个当妈的，此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小年能够痊愈。王桂英的语气带着一丝哀求，我都能想象到他此刻的模样，定是红着眼睛，一手紧紧攥着手机，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自己的回答。就像小时候自己和风四年吵架，正在参加公司酒会的王桂英急忙赶到他家里，请求我原谅风四年。当时王桂英便是这样，眼睛泛红，紧张地攥紧双手。阿姨，我也希望风四年的病能痊愈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想起今天的事，我有些为难。今天我只是和他刚提了一下张医生，他就发病了，所以这件事我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王桂英愣了一下，她只是知道今天小年发病，但是不知道他发病的起因竟然是这个。这样吧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王桂英神色失落地挂了电话。回宿舍的路上，我都在想风四年拒绝去医院治疗这件事，就连霍柔和他说话都没有听见。苏浅浅，霍柔双手叉腰，大声叫了他的全名，腮帮子气得鼓起来。还在想你那个竹马呀？啊，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，这次我肯定认真听。我连忙双手合十道歉。行吧。霍柔放下双手，国庆不是要到了吗？我们买了车票，但是还没做攻略呢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想回家一趟，不能和你去旅游了。我想回去见见许久未见的父母。上辈子我的爸爸就是在我工作1年后走的，而我却现在重生一世，我想回家看看，弥补心中的遗憾。只是国庆假期的车票非常难抢，眼看着距离国庆还有2天，我吃饭都在烦恼。今天已经周一了，你还没抢到车票吗？还有2天你要怎么回去啊？霍柔也为我发愁。等等，周一，我灵光忽然一闪，明天周二，那风四年岂不是又要来找我？如果让他改时间，后天过来，他下午的课上完，不就可以顺道蹭他的车回柳市了？想到办法后，我心情顿时又美好了起来。小年，该吃午餐了，等会儿再看手机好不好？王桂英端着饭菜放在风四年卧室的桌子上，风四年端正地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将手机举在眼前，眼睛盯着手机一动不动。王桂英走近，喊了他几声，等了半晌也没有得到回应，他只好叮嘱一句记得吃，就先离开了，打算等他的发呆时间结束再回来继续叫他吃饭。叮咚，手机屏幕亮起，锁屏桌面显示着我发来的信息。风四年眼睛噌亮，将信息点开，柳市这边的天气好吗？看着这条信息，他的唇角轻抿而起。浅浅回他了。
浅浅在想他。他捧着手机，把这条信息反反复复看了10几次，细细回品。我等了一会儿没见回应，又急着说蹭车这件事，直接打了电话。风四年只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我的手机号，浅浅给他打电话了。浅浅非常非常想他。风四年抱着来电的手机乐呵了10来秒，在电话铃快要挂断的那一刻，这才点了接听。风四年，是你吗？我没听见声音。浅浅，风四年开心的喃喃我的名字，又把手机往耳朵旁贴近几分。风四年喊了一声我的名字之后，就陷入沉默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想理人呢。我知道他的话少，便主动开口：明天是周2了，你是不是要来云市找我呀？风四年只是回复了简短的一个字：你能不能改成后天来呀？我后天下课就放国庆了，但是没能抢到车票，我想着到时候能不能坐你的车一起回去。我有些不好意思。其他的话风四年听不明白，但是最后一句话他听懂了。浅浅想和他一起回家，他满脸的开心。我听见对面久久没有动静，只好开口：如果不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，我再问问别。行的。风四年急忙开口，生怕浅浅不来他家里了。以前他就是回答慢了，浅浅就跑去别人家里玩了。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立马开心起来。小年，午餐吃了吗？王桂英估算着时间，想着这个时候他的发呆时间该结束了，便进屋瞧一眼。果然，桌上的饭菜连碰都没有碰过。怎么没吃？是不饿吗？还是不喜欢这些菜？我听见了王桂英的声音：王阿姨来找你。那我就先挂电话了，正好我这边在食堂吃完也要回宿舍了，拜拜。对了，记得吃午餐，拜拜。好。风四年认真的和我道别，半晌他才恋恋不舍的把手机放下，想起浅浅说的午餐，这才慢慢拿起了筷子。王桂英很高兴，不过也有些在意刚才的电话，小心翼翼问道：小年啊，刚才是谁的电话？风四年细嚼慢咽的吃着午餐，直到吃完也没得到回答。不一会儿，王桂英也把这件事给忘了，端着儿子吃完的碗碟就要离开。浅浅，风四年这才慢慢开口：电话。浅浅，原来是浅浅的电话啊，那他都给你说什么了？得到儿子的回应，王桂英激动的放下手中的餐具。浅浅说后天接他到家里。提到苏浅浅，他的说话意愿明显提高了。那你怎么说？他点头附和。风四年，行的。他的话语没有那么流畅。许久，王桂英从风四年的房间出来，别提多高兴了。20多年，风四年和他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，完全不及他对苏浅浅说的1%，以至于有时他一个做母亲的都在嫉妒这个女孩。可是今天不一样，儿子和他对话了，虽然聊的内容还是苏浅浅，但总体来说这是质的飞跃。我虽然得到了风四年的同意，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东西，自己这样总有种哄骗他的感觉。于是当天晚上我又给王桂英打了个电话询问，我才问出口，王桂英就非常爽快的同意了，甚至还想亲自开车来接我。然而第2天还在上课就收到了风四年的信息，在校门。我心下一惊，连忙在老师的眼皮底下拿起手机给他回了一条信息，然而好一会儿也没有得到回答，只能先上完课再说。临近下课，霍柔戳了戳我的手臂，小声问道：等下吃什么？那个风四年来找我了，所以中午不能和你一起吃饭了。我面带歉意，不是说他今天不来，改明天吗？霍柔也知道我要坐风四年的车回家这事，我是这样和他说的，但是不知道今天怎么也过来了。我有点疑惑。好吧，你去和帅哥吃午餐吧，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食堂吃饭没问题的。霍柔佯装委屈，回来给你带奶茶，这样行了吧？我可知道他想的是什么。霍柔笑开，用手指比了个 OK 的姿势，给我带2杯，今晚不回来都行。12点15分，风四年在心里默默算着时间，默念到这，他的眼睛朝某个位置看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远处出现，他紧紧盯着那个身影，唇角微扬。我差不多是一路疾走过来的，气息微喘。你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们不是说好改成明天吗？风四年捻了捻裤腿，忐忑地垂下了眼眸。少爷每周2过来是必定的行程，如果打破了他的计划，少爷会发狂的。杨旭见他没有说话，随即帮忙着解释。我点点头，想起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小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，晚上我们唱了生日快乐歌，许愿完吹灭蜡烛后，我捧了一块蛋糕给小四年。小四年看见蛋糕旁边的叉子，急得脸色煞白。他才接受勺子的存在不久，认知里还没有加上叉子，突然要用叉子吃东西，像是在把他刚建立起来的东西推倒。王桂英知道这是儿子发病的前奏，马上去厨房拿勺子。只有我走到他面前，稚嫩的嗓音严肃道：不准把我的蛋糕摔了，不然下次吃蛋糕我就不给你了。说完又把叉子塞到他的手里，给他示范要怎么用。等王桂英拿着勺子匆忙赶回来时，发现自家儿子已经乖乖拿着叉子开始吃蛋糕了。第2天，风四年在中午的时间又到了校门口，但是我下午还有课，所以只能让他等到傍晚再一起回去。于是我把行李收拾好，提前拖着行李箱来到校门口，站在这里太热了，前面路口有间奶茶店，要不然你去里面坐着等我吧，还能蹭空调吹。风四年连看都没看那间奶茶店，就摇了摇头，少爷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。杨旭开口解释，那你回车里开着空调等我好不好？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风四年好像很喜欢这个动作，尽管他只想站在门口，但还是乖乖点头回到了车上。杨旭回到车上看见少爷很不舍，苏小姐下午只有2节课，只有2个小时，我们玩一下手机很快就过去了。结果风四年早已经陷入自己的世界里在发呆了，少爷身上仅有的回应还真是全给了苏小姐啊。时间渐渐过去，还是风四年最先发现车外的我，浅浅早已在心中念了千百遍的名字从他轻启的唇中发出，眼里仿佛只有我。我对上风四年投来的视线，深邃又专注，有些不自然的轻咳一声，在看什么？风四年没有说话，只是目光直直的看着我。前面正在玩手机的杨旭连忙放下手机，苏小姐，我们现在回柳市吗？我连忙收起脸上的羞赧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说着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杨旭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夫人给我开工资，给少爷开车本来就是我的工作。杨旭受宠若惊的接过，
我笑了笑，又从袋子里拿出一瓶水递给风四年，喝水吗？算了，我给你拧开吧。知道他不爱说话，我干脆直接拧开，把水塞给他喝。由于手滑，我半天拧不开，你等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纸。正刚准备翻包找纸巾擦，风四年轻松拧开矿泉水，递到我面前，眼眸亮晶晶得的，仿佛在求表扬一样，真厉害，谢谢。我见状试探着夸了他一句，而后就发现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。不过这瓶水是给你喝的，我把水推回去，抵在他的唇边。风四年嘴唇微扬，浅浅给他的水，随即把矿泉水盖上，捧在怀里，瓶身的水珠很快就把他的衣服给打湿了。你不喝吗？我看不明白他的举动，这样喝，少爷一定是想拿回去收藏。杨旭看着风四年熟悉的举动，随即给我解释，上次你给少爷买了几个面包，让他坐车的时候吃，结果少爷根本舍不得吃，现在还供奉在房间里呢。我一时无言以对，这是拿来喝的，不是用来看的。我看向风四年，神情认真，随即他的神色就宛如一朵失去太阳的向日葵似的耷拉下来。我有些不忍，你可以把水喝了，然后把瓶子拿回去收着。于是某人的眼睛又亮得和星星一样。车子在高速路上行驶，车内放着平缓的音乐，让人昏昏欲睡。我靠在座椅上，慢慢眯上眼睛，嘴边还记得和风四年叮嘱一声，我有点困了，先睡一下，到柳市了记得叫我。风四年乖乖的点头，随后视线就一直停留在我身上，可是我并没有看见。很快就到了顾家门口，车子刚在门口停下，王桂英就走了过来，看见后座上相互依着脑袋的两人，开心的笑了笑。浅浅，到家了，回房间再接着睡吧。她柔声把我叫醒。听到声音，我缓缓睁开眼睛。我已经有7年没见王桂英了，可她和我印象里的模样全然没有变化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阿姨好。随后马上从车里下来，不好意思，麻烦您和风四年了，还要坐你们的车回来。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和阿姨不用这么客气。王桂英仔细的看了看我，忽然有些心疼，3年没见，怎么突然瘦了那么多？这脸颊都没肉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？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我在学校减肥来着。我们浅浅一点也不胖，哪里需要减肥了？快进去，我们吃点饭补回来。王桂英说着就要带我进家，我慌忙摆手，阿姨，我今天就先不唠叨了，我还要回家呢，这么晚回去不安全。明天我让杨旭送你回去，今天就先在家里睡一晚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在路上没吃晚餐，所以我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你总不会让我把这么饭菜都倒了吧？王桂英充分表现出逢年过节走亲戚家里的热情，我不忍拒绝，只好点头同意了。风四年看着我的身影就要从他的视线离开，身体动了动，随即跟上。王桂英的余光看见自家儿子的行动，心中感慨，以前他为了劝儿子下车进屋，哪次不是说的口干舌燥，结果现在浅浅一来，这毛病全好了。晚饭吃过之后，王桂英就带着我去房间。刚进客房，我就感慨起来，顾家不愧家大业大，就连客房都比平常人家的房间大一倍。我正要关门，一个身影却挡住了门。风四年的手里多了一个枕头，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我，浅浅，一起睡。不行，我果断拒绝。风四年立马咽了下来，抿着嘴唇，看起来可怜兮兮。我们以前一起睡，那不一样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大人就应该自己睡觉。我教育道。风四年眉心紧蹙，长大不好，讨厌，长大真讨厌，不能和浅浅一起睡了。对，长大很讨厌。我笑了笑，点头附和。那你现在快回自己的房间吧。他没有动弹，依旧抱着枕头站在门口，试图能找到机会进去。我立马走出房间，转身把门关上，断绝了他的念想。你的房间在哪？我送你回去。听见我要去他的房间，风四年瞬间开心了起来。在2楼。从小风四年就想邀请他到家里，然而因为他说话没头没尾，断断续续，很难表达出自己心里的想法，所以每次都没能成功邀请小浅浅。但是现在浅浅来他家里了，还要去他的房间玩。想到这里，风四年激动地拉过我的手，步伐急促地带着我进了卧室。一进房间，我就被他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个小熊玩偶吸引走了注意力。这个玩偶的款式好像是10几年前的，小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这个小熊，只是家里并不富裕。现在突然看见这个玩偶，我的心里突然有种怀念感。这个小熊玩偶好像在10多年前就停产了，你是怎么买到的？浅浅玩。风四年眼睛一亮，拿起小熊玩偶塞到我的怀里，给我。为什么呀？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听见回答。很快，我的注意力就被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吸引走了。房间里有一个玻璃展示柜，我看见了熟悉的面包和矿泉水瓶，还有一些小石子、发霉的包子，一个芭比娃娃。这些也是别人送给你的吗？我想起他爱收藏别人送的东西的毛病。风四年摇头，浅浅送的，我送给你的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有些惊讶，该不会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送的吧？风四年走过来，指着小石子说道：“郭佳佳，浅浅送的。”接着慢慢指向每一个物品，这些东西的来源他全部都记得，把柜子里每一件东西都说与我听。我听着听着，情绪就变得沉重了起来。就连以前送给他一颗小石子都收藏了10几年，我真的能让他的病真的能好起来吗？浅浅不开心，为什么？一根手指伸过来，戳了戳我的脸颊。我摇了摇头，只是问道：“你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吗？想和浅浅一起睡觉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满眼星光，和浅浅玩游戏，看着浅浅。听闻他说的话里面全是关于自己的，我连忙打断：“不对，是你自己想做的事，里面没有我的事。为什么没有浅浅？”风四年的脸颊顿时煞白，脑袋又开始疼痛了。他倏地蹲下身子，手攥成拳，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，嘴边还在痛苦的呢喃：“为什么没有浅浅？为什么？”看见他异常的状态，我也知道他这是发病了，脸色一变，马上跑过去捧住他的脸颊，强迫他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。我着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风四年，我在这里，看着我，这里有浅浅，有浅浅。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血色，风四年抿了抿唇，直接将我抱住。我不要离开，浅浅，是我不要离开，而不是不要浅浅离开，因为他清楚，离不开的人只有自己而已。在他们分离的时间里，痛苦的只有他自己。浅浅每天却过得很开心。短短的几个字，我仿佛听出了一丝委屈感。我刚才只是说假如，随便说说的，你不要激动。他安抚的拍了拍他的后背。假如也不行。风
风四年闷声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是我们把这个包子扔掉好不好？都长满霉菌了。如果他不说那是包子，我根本看不出来。”估计王桂英也想让风四年扔了，但是他又拗不过他，所以只能作罢。我刚说完，他又委屈兮兮的咽了。把它扔了，我再送给你新的礼物好不好？我伸手揉捏他的脸颊，揉成各种形状，不让他整天耷拉着一张脸。真的吗？他的嘴唇被揉得嘟起，声音含糊不清。真的。直到我再三保证，风四年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包子扔进垃圾桶里。我又把柜子里的其他食品东西都扔去外面的垃圾桶，这才安心下来。而风四年因为看着被清理一波而变得空荡荡的柜子，可怜的抿起嘴唇，浅浅，新礼物。我记着呢。时间很晚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，我也要回房休息了。就在我要出门时，风四年把那个小熊玩偶塞给他。小熊，给浅浅。好，谢谢。我把小熊收下，刚出门就在2楼的走廊遇见了一脸高兴的王桂英。她听佣人说小年终于原来把柜子里发霉发臭的东西扔掉，还以为自家儿子开窍了。见浅浅从他房间里出来，才知道原来是浅浅的功劳。他一眼便看见了我怀里的小熊玩偶，诧异的咦了一声：“小年终于把这个小熊给你了？”终于，我不明白的眨了眨眼。这只小熊买了有10多年了吧？当时很流行这个小熊形象，你出门的时候都要盯着看好久。有一天你和小年吵架了，他就执意要买它，我估计是要送给你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送出去。晚上入睡时，我躺在床上，才后知后觉的发现确实有这么一件事。那时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熊，但是家里经济不好，不能买小熊。妈妈心疼我，就用针线给我缝了一个小兔子玩偶。我拿到的时候开心极了。之后逢人就说小熊没有小兔子可爱，他最喜欢小兔子了。那时小4年听见我的话，小脸颊都愁得皱起来。所以是那个时候吗？小剧场来了。年幼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小4年和小浅浅吵架，小浅浅不愿意理他。回家的路上，小4年看见一个小熊玩偶，突然想起小浅浅喜欢他，于是走进店里抱上玩偶就要离开。店员看见了，马上把他拦住，恶声恶语道：“你这小孩怎么偷东西？你爸妈呢？把他们叫过来。”小4年不懂，抱着小熊就是不放手，任由店员在旁边骂他。最后还是佣人打电话告诉王桂英，他才知道这件事，赶紧过来付钱买下了这只小熊。第二天，小浅浅还是没有理他。小4年还没来得及把小熊送出去，就听见小浅浅说他不喜欢小熊了，小兔子才是最可爱的。他在家里抱着小熊垂头丧气，小熊可怜。可怜，小熊和他一样都被浅浅抛弃了。他觉得和小熊同病相怜，以至于他一直没有把小熊扔了，还留在家里。第二天早上我醒来，我拉开门刚想出去，就看见一堵站在门口的肉墙。你怎么站在这里？风4年的眼睛看到我的时候，霎时变得明亮无比，乖巧道：“浅浅睡觉，不能打扰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起晚了。你是不是在这里等很久了？”我尴尬的摸了摸后脖，3个小时28分钟。他对时间一直很敏感，这么久，脚是不是站累了？下次如果要等我，就去客厅的沙发坐着，不要站在这里了，这里就可以第一眼看见浅浅。风4年看着我说出的话是那么暧昧而又真诚，听得我耳根发烫，都不敢看他。那个，在这里站那么久，肯定还没吃早餐吧？阿姨肯定在客厅等我们，我们快点出去吧。在他没有看见的地方，我满脸通红，羞赧的用手做扇，扇了扇脸颊，淡定淡定。他的脑回路不同，怎么可能是情话？吃过早餐后，我就和王桂英他们告别，准备坐车回家了。离开之前，风4年还在恋恋不舍地扒拉着出租车的车窗。风4年，快放手，听话。我戳了戳他的手背，他点了点头，手上的力度却没有松开半分。王桂英看不过去了，连忙过来拉他，浅浅要回家，我们不打扰他好不好？他垂下脑袋，依旧固执地扒着窗口。如果你放手，我明天就再来看你。我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利诱，明天我带你去剪头发好不好？都戳到眼睛了。我很久就想让他去剪头发了，但是又怕他自己不愿意去。好，风4年开心地将手收回，心里默默盘算距离明天还有多少个小时。我和风4年约定好时间，这才终于能坐车回家。就在车子要驶出路口时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，风4年还站在大门，伸长脖子望着车子，不愿离去。忽然间，我竟然莫名觉得此时的他和霍柔提过的忘妻时真的很贴切。我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是当时爸爸工厂分配的小套房。我刚进小区，就有一些在小区大院里散步的邻居阿姨向我打招呼：“浅浅回来了。”浅浅是回来过国庆的吗？前2天我还听见你妈说想你呢。这些阿姨叔叔都是看着我长大的。我一边向他们问好，一边提着行李箱上楼。我正准备掏包拿钥匙，房门就从里拉开了。我刚刚听老红说囡囡回来了，我还不信，没想到真的是囡囡。赵香梅乐呵呵道。李恒海也感到惊喜，囡囡回来怎么不和我们说？我都没去车站接你。看见父亲，我的眼睛蓦地红了，嗓音难以控制的哽咽起来。爸！李恒海顿时心疼坏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外面被人欺负了？你告诉爸，爸去给你出气。我摇摇头，吸了吸鼻子，没有人欺负我，我就是想你们了。听见女儿没被欺负，赵香梅才放下心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哭鼻子，也不嫌害臊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赵香梅嘴上的笑容却是愈加灿烂。我想我爸妈怎么就要害臊了？我笑嘻嘻的开口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赵香梅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全是我喜欢吃的。吃饭前，李恒海照常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爸，不要抽那么多烟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蹙起眉头，其实我一直怀疑父亲的肺癌是烟草引发的。李恒海对我的话没放在心上，我就抽这一支，不抽烟干活都没力气。不行，我直接板着脸，十分严肃地将他嘴里的烟拿走，掐灭了扔进垃圾桶里。女儿这么强势的态度让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你这孩子，平时抽也不见你说什么，怎么今天突然从学校回来，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我心虚的眼神闪了闪，什么变了？
我这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。之前妈还说你检查出3高呢，难道医生没说要让你戒烟吗？说完我就喊还在厨房的赵香梅给我撑腰。妈，爸又抽烟了。李恒海神色顿时慌了起来。嘘，别说别说。然而为时已晚，赵香梅举着锅铲就从厨房跑出来，凶巴巴道：什么？你哪来的私房钱买烟？全给我交上来！李恒海弱弱为自己狡辩，是小区一个大爷给的2支烟。赵香梅秉着怀疑的态度，把他身上都搜了一遍。我看着爸爸妈妈的闹腾，嘴角抑制不住的开心。第二天，我正在家里帮着赵香梅分担了一些家务，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最后还是风4年给我打电话，浅浅接你，你是要过来接我吗？那你到了后记得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就下去。还记得我家在哪里吗？记得。他回答得非常快，语气里还藏着一丝求表扬的意思。我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，记忆力真棒。赵香梅一脸神秘的凑过来，挤眉弄眼，谁要过来接你啊？语气还那么温柔，难道是男朋友？你想哪里去了？是风4年要过来，我等下要和他出一下门。我脸色微红的解释。赵香梅怔了一瞬，也想起了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。你怎么又和风4年走到一起了？你不是说和他绝交，再也不来往了吗？他现在还记得那天囡囡躲在房间里哭的场景。大学的志愿为了避开风4年，还特地选择了外地的大学。之前我还小，不懂事，现在长大了，再回头看，不就觉得没必要了吗？我笑嘻嘻的搂上他的胳膊，撒娇道：而且你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我们现在再联系上，你不高兴吗？赵香梅叹了一口气，虽然我不知道当初你们为什么吵架，但只要你能开心，和风家断了来往又如何？我再怎么喜欢风4年的孩子，又怎么抵得过我的亲女儿呢？我和你爸就是希望你不要勉强自己，以后过得开心就好。我听闻妈妈的话，心里一阵感动。我们家的经济并不好，但是自从认识了风4年后，托风家的福，爸爸妈妈都升职加薪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在我要和风4年绝交时，李恒海和赵香梅也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和风4年绝交，我们家是不是都能换大房子了？说实话，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啊？我心里有些忐忑。那我们要是把你卖给风家，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睡在铺满钱的床上了？赵香梅啧声，想想还真是有些可惜。妈，我闻言娇嗔着跺了跺脚，心头的不安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接着电话铃声响起，妈，风4年到楼下了，我先出去了。我挥挥手就出门了，出去玩注意安全。赵香梅跟出去叮嘱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朝小区门口停下的那辆黑色小车跑去。站在小车外略显木讷的男人下一秒便鲜活了起来。怎么不在车里等我？站外面不热吗？我拉开车门，催促着风4年上车。不热。他摇头，乖巧的在车上坐好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我还是看见他额头有汗珠渗出，随手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帮他擦拭。这里也要擦擦。风4年唇角轻扬，又指了指脖子。我眉头一挑，还学会得寸进尺了，把纸巾塞给他，自己擦。风4年瞬间委屈的抿起嘴唇，拿过纸巾不情不愿的给自己擦拭。不是浅浅擦的，一点也不香。苏小姐，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杨旭发动了车子。今天出门的时候他也听说了，苏小姐是要带少爷去剪头发的。先开到前面路口，在那里停一下吧，我带风4年去剪下头发。我想了想，随即说道。路边有很多的小店铺，墙面是未经装饰的水泥墙，就像毛坯房一样，加上通光差，店内看起来黑乎乎的。我带着风4年轻车熟路来到一间狭小的理发店，店里有一个年迈的老人正坐在电视机前，一手拿着大蒲扇摇晃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。周爷爷，我们来剪头发了。我开心地对他喊道。老人听闻声音，笑呵呵地起身，还拿了2个苹果。原来是浅浅啊，这次放假没去外面玩吗？我也没有跟他客气，随手就拿起苹果啃了起来，另一个苹果给了风4年。看见他眸里的光芒，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马上叮嘱一句，现在吃了，不准拿回去收藏。风4年刚冒出的念头就被掐灭，只能乖乖咬了一口苹果。我想我爸妈了，就没出去玩。爷爷，我这次是带风4年来剪头发的，你帮他剪一下吧。我把风4年拉到剪头发的椅子坐下。好好好。老人边准备剪头发的工具，边和他们唠嗑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小年都长得这么俊了，如果不是浅浅说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好了，头发要剪多短？我对男生剪头发的长短也不是很懂啊，爷爷你看着剪吧，看起来清爽就行。行嘞。老人给他围上一块布，就要开始工作。风4年蹙起眉头，手攥起身上的布，想要把它扯开。怎么了？是脖子系得太紧了吗？我上前帮他松了松脖子的布块。风4年没有说话，依旧不适应地扯着布块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要告诉我，我才能帮你解决。我将声音放柔，轻声问道。你不是和我保证过，有什么事头疼了会说出来吗？难道你是骗我的？风4年一听，马上慌忙摇头，不骗。不骗浅浅，不喜欢他碰。我忽然想起，他确实不喜欢别人的触碰，而我则是少有的那个人。于是佯装生气地看着他。可昨天你不是同意剪头发了吗？你要反悔吗？风4年满脸纠结，他不喜欢别人碰，可是他答应浅浅要剪头发的，怎么办？就在他急得脸颊都要憋红时，一只温暖的小手握住他的手掌。我牵着你，你让爷爷帮你剪头发，好不好？风4年紧紧回握住我的手，这才勉强同意。老人在旁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开口道：没想到这么久，小年还是这么依赖你。我扯了扯唇，看了眼风4年，没再说话。剪完头发后，风4年端正的五官全部显露出来，整个人瞬间焕然一新。他站起来，不停睁大眼睛看着我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剪这么短吗？我见他的行动有些奇怪，随即问了句：浅浅更清楚了。他唇角开心的上扬，看起来很满意这个剪头发的结果。喜欢。我一时间分不清他说的是喜欢剪头发还是喜欢他，但也没有再问。好了，头发也剪完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我和老人道别后就拉过风4年迅速离开，生怕晚了一步要遭到周爷爷的调侃。回到车上，风4年垂头看着空空的掌心，不悦地抿了抿唇。明天剪头发，今天剪了，明天不用剪了。我对他解释。为什么？风4年不解。头发1周或者2周修剪一下就行了，每天都剪你就变成光头，不好看了。他顿时纠结的整张脸皱起来，内心仿佛在为什么重大事件做斗争。
争。他喜欢剪头发，可以和浅浅牵手，可是变成光头不好看，浅浅就不喜欢他了。他想要和浅浅牵手，但是又不想浅浅不喜欢他，怎么办？我对杨旭说了句去中心商场，回头就看见风4年的脸又皱了起来，在想什么？风4年看了我一眼，心里不想说话，但是又想起刚保证过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，只好开口。剪头发可以和浅浅牵手。我眨眨眼，因为可以牵手，所以你明天也想剪头发？风4年点头，而后又认真纠正我的话，每天是每一天，每一天都想牵浅浅的手，所以每天都想去剪头发。我见他傻得可爱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笑了笑，谁告诉你剪头发才可以牵手的？想牵手什么时候都可以牵呀，现在也可以牵。风4年的脸颊瞬间开心的舒展，眼睛发亮，朝我伸出手掌，满脸期待着牵手。不过我现在不想牵，我忍笑道。风4年一下咽了下来，委屈的看着我，哦，浅浅想牵手，要告诉我，浅浅什么时候才会想牵手呢？中心商场是一个杂货大商场，很多小商贩都喜欢来这边摆摊，卖什么稀奇古怪东西的都有。刚刚妈妈发消息说让我带一口锅回家，所以就准备到这儿来买。我正准备下车，就看见风4年也动了，连忙劝阻，里面人流量大，你别进去了，在车里等我，里面的人那么多，万一谁不小心碰到他，发病伤到自己和别人都不好。浅浅去，我也要去。风4年垂下脑袋，就是不愿意留下。苏小姐，要不你就带少爷进去吧，有你在，少爷一定不会发病的。杨旭见他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有些心疼，随即开口帮他说话，不会头疼。风4年马上点头附和，一双大眼睛可怜巴巴的看着我。少爷如果不进去，估计就要在车子里发病了。杨旭努力为自家少爷说话，风4年也跟着附和，发病。我眉头一挑，双手环胸，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带你进去你就要发病，什么时候学坏了？没有学坏。他着急的为自己辩解，不进去，等浅浅。浅浅最讨厌坏人了，他学坏了，浅浅会讨厌他。杨旭心里暗自可惜，他都看见苏小姐神色松动了，结果少爷这么快就认乖了，这要放以后，少爷肯定是个妻管严。见状我轻轻笑着，算了，进去就进去吧，但是头疼要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出来。风4年这才高兴的重重点头。我担心他被人撞到，刚进商场就牵上他的手。风4年低头看着牵过来的小手，心里的小花转个不停。浅浅想和他牵手了，可是浅浅没有告诉他，还好他什么时候都想和浅浅牵手。商城越往里走，人就越多。风4年眉头轻蹙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垂下脑袋躲避别人的目光。头又开始疼了吗？我见状随即问道。他轻轻摇头，往我身边靠近，不疼，只要浅浅在就不疼。那就好，真乖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不好意思摸他的脑袋奖励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然而听到夸奖，风4年就很开心了，唇角微扬，又害怕其他人的目光，马上抿起，跟在我的身边。你这么大了，也要跟着妈妈吗？旁边一个小孩子看着他的样子，抬起脑袋，那双圆碌碌的大眼充满疑惑。风4年看着地面，沉默不语。许久，久到小朋友都以为他不会回答，他的嘴唇才动了动。浅浅，不是妈妈。听到声音，小朋友怔了一下，后知后觉才知道是在跟自己说话。不是妈妈，那你为什么要跟着他？你喜欢他吗？我们班上有一个小胖，他喜欢小美，也会一直跟着他。小朋友的话很多，有人和他说话后能巴拉巴拉说个不停，直到他妈妈过来拉走他，风4年的耳边才得以清静。等我在摊位上挑完平底锅，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或许是因为风4年全程太乖了，我往外走了几步，才猛然想起身后还有一个人，正要说什么，风4年就抢先开口了，喜欢。无厘头的一句话。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喜欢浅浅。他认真的重复，然而问他的小朋友早就走了。这句话听得多了，我都免疫了，继续带着他离开，嘴边还嘟囔起来，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说说看。风4年脸颊皱了又皱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最后只能委屈巴巴起来，知道，好。我无奈点头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经过卖衣服的摊贩处，一个妇人突然窜出来，拿着一件衣服对到我们面前揽客。美女，看看我们这里的衣服吧，又便宜又好看，穿起来你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。帅哥，我的衣服布料也丝滑，要是不信你摸摸。这里热情的推销方式把风4年吓了一跳，忙往我身后缩。我们不买衣服，谢谢。我及时把妇人拉住，不让妇人碰到他。不买也可以看看啊，你在别家绝对买不到这么好的衣服。妇人边说边扒拉着衣架上的衣服，送给旁边这位小帅哥也可以啊，小帅哥肯定会喜欢。风4年的睫毛颤了颤，眼眸有一瞬亮起，送。我看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心里想的啥了。上次保证过会送新的礼物给他之后，他就一直念着。好吧，当做是你今天乖乖剪头发和没有头疼的奖励。我走过去，在衣架里挑了一件浅色的上衣，往他的身上比了比。喜欢这件吗？喜欢。风4年抿了抿唇角，露出一个浅浅的笑意。他连看都没有看，只要是微微的礼物，他都喜欢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选吧。风4年口中的喜欢没有参考价值，怕是就算我送一片树叶，估计他也会宝贝得收藏起来。事情办完，我就和风4年分别，各自回家了。风家，王桂英听见前院里有车子轰鸣声，立刻起身走了出去，正打算和往常一样哄他下车，就看到他抱着一个袋子在傻乎乎的笑。小年怀里的是什么？杨旭立即解释，这是李小姐今天买给少爷的衣服，少爷宝贝得很，谁都不让碰。王桂英点点头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小年，我们回房间试穿一下微微买的衣服好不好？再拍个照片给微微，她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果然，一听到微微2个字，她迅速从车上下来，
径直跑回房间。微微高兴，王桂英笑了笑，后脚也跟着他回了房间。风四年已经把新上衣穿上了，拿着手机，神色着急地看向王桂英，拍照要给微微看。王桂英乐呵呵地接过手机，找了几个帅气的角度，狂按快门，一下就拍了20几张照片。儿子小时候他还能给他拍照录像留念，可是长大后他就开始排斥镜头了，他心里还遗憾了好一阵子。没想到今天能有机会给儿子拍照，他边拍边笑得合不拢嘴。王桂英在几十张照片里选出一张最帅气的照片发给了我，微微过会儿就会看见了。风四年往屏幕上看了眼，确定已经发出去后，这才把衣服脱下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手法简直比外面服装店员工还要专业。接着捧着衣服走到玻璃展示柜前，摆好上锁，一气呵成，站在展示柜前看着衣服傻笑。王桂英喊了他几声也没有反应，见他再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只好不再打扰，默默离开房间。我回到家后就一直在干活，他有时间掏出手机看一眼时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先看了几个同学发来的信息，一一回复，最后才点开风四年的信息，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那双看向镜头的眼眸有些呆滞，仿佛没有一丝感情，让人看了心疼。他的长相确实是百里挑一，就连电视上的明星都比他逊色几分，只是可惜他的病。于是很认真的回复，很好看，你就是最帅的仔。国庆7天假期过得很快，转眼假期就只剩下最后1天了。他在家里和父母待了几天，越接近收假的日子，心里就越是不舍。囡囡，明天回学校的车票买好了吗？吃早餐的时候，赵香梅问道。我把椅子往他身边拉近，倚在他的肩膀上撒娇，妈，我不想去学校了，我想在家里陪着你们。赵香梅笑着，怎么这次从学校回来就变得这么粘人了？以前也没见你说舍不得我和你爸。我一直都舍不得啊，只不过以前腼腆没说而已。我嘟囔着反驳。听闻女儿的话，赵香梅心里自然是开心的，然而对她不想去学校这件事还是秉持着严肃的态度。我和你爸还指望着你毕业找个好工作养我们呢，还剩最后1年了，你不去读书哪行？我就是说说嘛，等我毕业赚大钱，就让你和爸爸在家里享福，我们把那间小早餐店关了，又或者请几个工人帮忙都行。我畅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，还好这次我还来得及。赵香梅笑盈盈的听了一会儿，才打断道，好了，剩下的话等今晚吃饭的时候再和你爸一起说吧，现在我们该去店里帮忙了，不然你爸一个人可要忙不过来了。我点点头，就挽着赵香梅的手臂出门了。只是没想到今天出门竟然会偶遇到高中的男同学，那位我抱有好感，但是在毕业聚会上被掐灭幻想的男同学，也是引发我最后和风4年绝交的起因。早餐店虽小却五脏俱全，水月在店内忙碌着，就听到有人喊，老板，要2个包子。他埋头答应，又加快手中动作。突然他意识到声音似曾相识，抬头一看，竟是顾子夜站在门口。他目光闪烁不安地躲避他人视线，却紧盯着他。杨旭在旁笑着指着包子，老板，买2个包子，我们还没吃早餐。水月手脚麻利地打包好粉条，快步走去。这么晚还没吃早餐吗？2个包子能填饱肚子。杨旭连忙摆手，江小姐，我吃过早餐了，是少爷没吃，你给多了。水月微微一笑，多的可以让顾子夜带回去，他爸妈也能吃。说着他又端上一杯豆浆递过去。顾子夜微微一笑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轻声答道，见月月。这3个字虽有点答非所问，但水月瞬间明白了，因为想见他，急着赶来，连早餐都来不及吃。他将包子递给他，轻声问道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顾子夜闻声，神情中透出委屈，只默默抱着包子不说话。水月一脸疑惑地看向他，杨旭在旁委婉解释，假期快结束了，这几天江小姐都没有联系少爷，所以他有些失落。水月回忆起这段时间的忙碌，顿时感到内疚，抱歉，我太忙给忘了。这时店里逐渐涌入其他客人，他只能无奈地让他稍等，然后转身就去忙活了。然而这一等待便是到中午。水月边收拾桌子边瞥见站在店门口的顾子夜，愈发感到歉意。赵香梅随即打量了一下他，关切地问道，小叶是来找你的？他跃跃点头。赵香梅建议道，他等了这么久，你陪他出去吧，剩下的我和你爸来收拾就好。说着接过水月手中的抹布，谢谢妈。水月感激地在母亲脸颊上亲了一口。赵香梅面露嫌弃，抹掉脸上的口水，但嘴角的笑意越发明显。水月带着轻快的步伐走到顾子夜面前，你累吗？咱们去找个地方坐一下吧。顾子夜微微摇头，又点头表示同意。他其实不累，只是希望和他一起坐下。两人走向附近的公园，并肩同行，手背偶尔触碰到一起。顾子夜低垂着头，目光锁在他的手上，神情明显为某事所困。终于在第14触碰后，他憋不住问道，月月，今天想要牵手吗？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渴望。水月一愣，随后意识到他说的是他曾开玩笑的话，只有想牵手的时候才能牵。水月忍住笑意，直接甩出一句，不牵。他顿时蔫了，脑袋耷拉下来，心里默默念叨，要等到什么时候月月才肯和我牵手呢？两人一前一后走到公园，水月看了看手机，随口安排，先歇会儿，待会儿吃个午饭，吃完送你回去。顾子夜点点头，突然想起什么，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递到他面前，月月，给你。水月挑了挑眉，接过纸条展开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20-30条内容。顾子夜一脸认真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，这就是喜欢，我懂。水月愣了一下，记忆瞬间被拉回上次在商场，他随口问他，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明白，他根本没当真，毕竟他的思维方式和常人不一样，怎么可能懂这种事？可现在他居然拿出这张写满喜欢的纸条，每一句话都像是他内心的独白。他盯着那张纸，嘴巴张了张，却半天没能挤出一句话。你这几天就在捣鼓这个？他终于憋出一句，声音有些干涩。顾子夜笑得有点得意，我喜欢月月。水月感觉脑袋像是被
灌了一锅浆糊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趟厕所。他猛地站起来，脚步凌乱地往公厕方向逃去。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，水月脑子里一片混乱，两个声音在激烈交锋，一个声音冷静地提醒别当真，他连基本的社交能力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懂什么是喜欢？那张纸上的内容也就是随便写的，别太较真。另一个声音反驳，上辈子车祸的时候，他宁愿和你一起赴死也不肯离开，这难道不是喜欢？你认识他20几年，他什么时候撒过谎？两个声音吵得不可开交，半小时过去也没争出个结果。水月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拧开水龙头往脸上泼了几把冷水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等他走回公园，远远就看到顾子夜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，目光呆滞地盯着地面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。走近了才发现，几个熊孩子正围着他扮鬼脸，嘴里还不停地嘲笑着傻子傻子略略略。顾子夜却像一尊雕像，毫无反应，任由他们嬉笑打闹。杨旭没跟进来，水月一离开顾子夜身边，连个照看的人都没有。那群小孩见他毫无反应，胆子越来越大，不仅用言语嘲讽，甚至动手拍打他。水月看得火冒三丈，刚准备上前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水月。他转身一看，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，孟芳。他走上前，嘴角带着笑意：真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水月淡淡回应：和朋友来坐坐。他转头看向顾子夜的方向，发现那几个孩子虽然停了手，但还在旁边嬉笑打闹，刺耳的嘲讽让他眉头紧蹙。孟芳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，安静的像一尊雕像，身上透着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怪异。他皱了皱眉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屑：你还跟这个傻子在一块儿？我记得你们不是闹翻了吗？水月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是顾子夜，不是傻子。孟芳一愣，没想到他会这么维护顾子夜，明明上次见面时他还对顾子夜满眼厌恶，甚至当着他的面和顾子夜大吵一架。孟芳嘴角一扯，露出一抹讥讽的笑：你该不会真喜欢上他了吧？关你屁事！水月冷眼回怼，早没了高中时期的怯懦。孟芳脸色一沉，不甘心地讽刺：也是，你和这傻子绝配，天生一对。水月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看着他：孟芳，现在想想，我得谢谢你当初没看上我，高中时那点朦胧的好感，在此刻烟消云散。他转身头也不回地朝顾子夜走去：你什么意思？带着个傻子谁会看得上你？孟芳黑着脸冲他背影咆哮，仿佛被甩的人是他。水月充耳不闻，走到顾子夜身边，一把抓住两个还在挑衅的熊孩子。其他小孩见状轰的一声四散逃开。谁叫你们欺负人的？马上道歉，不然叫你们爸妈来。他语气凌厉，吓得两个孩子哇哇大哭。两个母亲闻声赶来，搂着孩子冲水月嚷嚷：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欺负小孩，你要不要脸？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教孩子的，小小年纪嘴巴这么毒，有没有家教？水月气得脸红脖子粗，第一次和人正面开对，两个妇女被他对得哑口无言，拉起孩子灰溜溜的走了。顾子夜看得一愣一愣的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等到他气呼呼的叉着腰，他才慢吞吞的站起来，牵起他的手：月月，不气。他生硬的拍拍他的肩膀，替他愤愤不平：欺负月月，坏人，他们没欺负我，欺负的是你。水月气得直跺脚。顾子夜应了一声，毫不在意的眨眨眼，只要不是欺负月月，他就无所谓。水月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怒气更盛：别人欺负你也不行，下次再有人骂你，你就骂回去，知道吗？顾子夜懵懵懂懂的点头，只要月月不生气，让他干啥都行。算了，跟你说也没用，下次出门必须让杨旭跟着。他嘟囔着拉起他往公园外走。经过这一闹，顾子夜那张写满喜欢的纸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。也许是白天碰见孟芳的缘故，水月夜里迷迷糊糊的梦到了高中毕业那年的事儿。毕业聚餐那次，他被顾子夜一句话闹得回家哭了一整晚。虽然后来江淑芳带着顾子夜上门道歉，他碍于面子也原谅了他，但从那以后，同学约他出去玩，他一个都不敢答应，生怕那天的糗事被大家翻出来笑话。后来还是赵香梅让他去超市买油盐，他才勉强出门。没想到又撞见了孟芳，他身边跟着几个同学，他本想绕开，可他却径直走了过来。他硬着头皮打了个招呼：你也来买东西啊？孟芳往周围扫了一眼，嘴角挂着讥笑：今天那傻子没跟着你。水月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远处的同学就喊了起来：孟芳，走了，和傻子玩的人也快变傻子了，别被传染了。孟芳嗤笑一声，转身离开，虽然没说话，但他眼里的认同和讥讽，水月看得一清二楚。他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一进门就看见了害他被嘲笑的罪魁祸首月月。顾子夜眼睛一亮，赶紧凑了过来。水月没理他，放下东西就往房间走。他像条尾巴似的跟在后头，眼看就要跟进卧室，他猛地转身，眉头紧皱：我要换衣服。他搓了搓手，委屈巴巴的撅起嘴，像只被遗弃的小狗。要是平时他肯定会哄他去沙发等着，可现在他没那个心情，甩手就把门关上了。换完家居服，他从房间出来，又往卫生间走。顾子夜依旧跟在后面，挤进狭小的卫生间。水月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了：我去哪儿你就要跟到哪儿，连上厕所你也要跟着吗？你能不能别跟着我？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啊？天底下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非缠着我？他吼着吼着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听到女儿的喊声，赵香梅和李恒海急忙赶了过来：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顾子夜手足无措的站在一旁，结结巴巴的道歉：对不起，月月别哭，对不起。他伸手想去拉她的手，水月却猛地后退，躲开了他的触碰。赵香梅小声劝道：小叶她生病了，行为跟正常人不一样，你多体谅体谅她。水月一听，压抑多年的情绪瞬间如洪水般倾泻而出，哭得更凶了。到底我是你女儿还是他是你儿子？你干嘛一直帮他说话？我忍了他10几年，以后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得原谅他，是不是连我结婚生子都得带着他？他一把推开顾子夜，冲他大喊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离开我家！说完他跑进卧室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把自己锁在里面。赵香梅以为这次吵架和以往一样，过2、3天就没事了，可没想到这次僵持了很久，就连顾子夜发病，水月都不愿理他。1周后，高考成绩出来，为了彻底躲开顾子夜，他特意选了外地的大学。赵香梅这才意识到，女
女儿是真的要和顾子夜断绝来往。作为母亲，她只能尊重女儿的选择。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水月庆幸自己抢到了一张大巴车票，不用再麻烦顾子夜接送。江淑芳知道今天是水月返校的日子，吃早餐时特意问顾子夜：“月月今天回学校，我们去车站送她吧。”顾子夜睫毛轻轻颤动，先是欣喜地点点头，随后又失落地摇摇头。月月不喜欢他一直跟着，如果他去了，月月一定会不高兴的。江淑芳愣了一下，不明白儿子的情绪怎么突然就低沉下来。不过既然他不想去，他也就没再强求。车站里，水月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和父母告别。上车前，他犹豫着环顾四周，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心里莫名复杂。他抿了抿唇，转身踏上车，回到云市已是中午。霍柔比水月早几分钟到宿舍，看见他提着几大袋东西进来，惊讶地张大了嘴：“你这是回家还是去批发市场啊？”他赶紧上前帮忙，把袋子放在桌上：“这些都是我妈做的豆瓣酱和特产，非要我带给你尝尝。”水月累得瘫在椅子上直喘气。之前霍柔去柳市玩过，赵香梅对他印象很好，平时寄吃的到学校都会特意给霍柔准备一份。阿姨也太客气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霍柔嘴上这么说，手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豆瓣酱。水月笑了笑，没管他，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。从衣兜里掏出身份证准备放好时，一张纸掉了出来，他捡起来展开一看，是顾子夜那张写满喜欢的纸条。昨天进公厕前他随手塞进衣兜里，后来没找到，还以为丢了。霍柔见水月对着一张纸发愣，好奇地凑了过来：“看什么呢？”水月心里一慌，下意识地把纸藏到背后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或眼尖得很，早瞄到了上面的内容。霍柔嬉皮笑脸地问：“哟，这不会是情书吧？谁写给你的？怎么可能？别瞎说！”水月立刻摆手否认，语速快得差点咬到舌头。霍柔眯起眼睛，一脸怀疑，反应这么大，不会是心虚了吧？水月下意识摸了摸脖子，眼神开始飘忽：“有吗？我哪有心虚？是吗？”霍柔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没发现什么破绽，只好耸耸肩：“行吧。”他突然戏精上身，假装抹着并不存在的眼泪：“我还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，没想到你还是有事瞒着我，终究是我错付了。行了行了，服了你了，给你看还不行吗？”水月无奈把纸条递过去，不过真不是情书，只是顾子夜随手乱写的。霍柔扫了两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看见月月会很开心，每天都想和月月牵手，这也叫乱写？怎么没人给我乱写一张呢？水月的脸刷得红了，结结巴巴的解释：“我算了，反正你也不喜欢他，说这些也没意义。”霍柔把纸还给他，语气变得认真：“虽然他长得是挺帅的，但他毕竟有病，你们真要在一起，以后的日子估计够呛，还是找个正常人吧。”他说着摇了摇头，仿佛已经看到了那种生活的艰难。他是有病，但他已经治疗了10几年，现在生活完全能自理，医生也说他的情况在好转，说不定以后能痊愈。水月皱起眉头，语气突然冷了下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别人用有病或傻子来形容顾子夜，他心里就莫名不舒服。霍柔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，一时不知说什么。水月也意识到自己语气太重，柔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刚刚说话有点冲了。”霍柔大大咧咧的笑了：“没事没事，不过我还以为你性格软绵绵的，没想到还挺硬气的嘛。”水月干笑2声，心想要是让你知道昨天在公园里我还跟2个大妈吵得脸红脖子粗，估计你能惊掉下巴。吃过午饭，水月开始整理从家里带来的东西，还分了2瓶豆瓣酱给隔壁宿舍。等他忙完，天已经黑了，拿起手机，他先给父母发了条报平安的信息，犹豫了几秒，又给顾子夜也发了一条。顾家2楼的一个房间里没有开灯，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顾子夜就这么笔直的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突然桌上的手机屏幕一亮，伴随着一声叮的提示音，那双原本呆滞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那是他给月月设置的特别提醒，为女孩的一句绝交。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竹马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看着她，也不会出现在她面前惹她生气。前世女孩因她的刻板行为对她避而远之，直到车祸时才明白她的心意。国庆假期一结束，水月的生活节奏又紧张起来，白天忙着上课，晚上还得抽空复习那些已经被遗忘的知识点，生怕期末挂科。虽然日子过得紧凑，但她的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感。月月，田杰飞在群里发消息了。霍柔兴奋地冲到他面前，他说今晚请我们全组去吃饭，庆祝作业圆满完成，你去不去？水月抬眼看了看他那张满脸期待的脸，这么想去？霍柔立马点头。听说今晚要去 SPA 餐厅，那可是人均2、3千的地方哎，有人请客，咱们去长长见识也不错嘛。他顿了顿，眨了眨眼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一个人多没劲啊，陪我去吗？说着，他伸手轻轻拽了拽水月的袖子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撒娇。水月佯装思考，拖长了音调，去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明天早餐，明天我给你买早餐。霍柔拍着胸脯，一脸信誓旦旦，你就在宿舍睡个懒觉，早餐包在我身上。行，成交。水月笑着点头。晚上，水月和霍柔按照地址找到了SPA餐厅，虽然小组只有5个人，田杰飞却豪气地订了一个包厢。刚坐下，身边的一个女生就忍不住东张西望，语气里透着兴奋，听说这里特高档，田杰飞请我们来这儿会不会太破费了啊？田杰飞摆摆手，语气轻松，没事，随便点别客气。见他这架势，旁边的一个男生调侃道，你小子是不是发大财了？田杰飞勾了勾嘴角，笑容里带着一丝得意，也没多大，就是家里拆迁了一套房，低调点。卧槽，田哥发达了别忘了我啊。田哥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其他同学纷纷围上来，七嘴八舌的恭维起来。霍柔凑到水月耳边压低声音，啧，怪不得这么大方，原来是想显摆自己成拆2代了，咱们静静吃饭就行。水月淡淡回应，霍柔重重地点了点头，眼神里透出一股非吃穷他不可的狠劲儿。SPA 餐厅主打西餐，平时吃惯了中餐的几人看着菜单，满眼都是看不懂的菜名，只好随便点了几道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菜肴。
等到菜端上来，大家都傻眼了。偌大的盘子里，菜肴只有中间一小撮，食盘都不够塞牙缝，餐具更是复杂，刀叉分大中小，几人拿着餐具一阵手忙脚乱。田杰飞脸上也闪过一丝尴尬，早知道就不来这儿装这个逼了。在一片局促中，水月却显得从容不迫。他熟练地拿起刀叉，刀尖轻轻划过肉块，动作优雅的仿佛在演绎一场无声的表演。大家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他身上，连空气都仿佛安静了几分。水月，你平时是不是总吃西餐啊？看你用的这么顺手。有人忍不住好奇地问。另一人拿着小刀笨拙地比划着。水月，我这刀拿的对不对啊？感觉怎么用都不顺手。话题突然一转，不知是谁插了一句。对了，水月，最近我总在校门口看见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，是你男朋友吗？空气瞬间凝滞，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，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水月。他微微一笑，神色淡然。不是，只是朋友而已。可我还经常看见你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呢。那男生不依不饶，丝毫没有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。霍柔眉头一皱，瞪了他一眼。怎么，一起吃饭就是男女朋友了？那我现在跟你一起吃饭，是不是也成你女朋友了？男生缩了缩脖子，低声嘀咕。你这么凶，我可不敢要。霍柔眼角一抽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众人哄堂大笑，这段插曲很快就被抛到了脑后。聚餐结束后，水月独自去了卫生间，正要走出隔间时，洗手池旁传来一阵窃窃私语。我之前还看见水月跟那个男人牵手呢，不是男朋友，那不就是金主了？看他今晚西餐吃的那么溜，没准金主经常带他出入高档场所呢。还真是，那些轻飘飘的话语像尖针一样刺入他的耳膜。换做从前，他可能会委屈的哭出来，甚至对顾子夜心生怨恨。但如今的他早已不同往日，心态也变得从容了许多。他径直推开门，若无其事地走到洗手池旁，打开水龙头洗手。两人被他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显然意识到刚才的谈话被他听得一清二楚。其中一个女生硬着头皮解释：“那个，我们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水月甩了甩手上的水珠，嗤笑一声，在背后造谣说别人被包养，也算玩笑。要不要我去找辅导员，让他也听听你们的笑话？两人顿时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了，求你千万别告诉老师。水月抽出纸巾擦了擦手，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，完全没有搭理他们的意思。两个女生面面相觑，眼神里满是懊悔和责怪，仿佛在埋怨对方为何要提起这个话题。见水月准备离开，他们赶紧追上去，近乎哀求：“只要你答应不告诉老师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，那就写封道歉信吧。”水月语气平淡，倒也不用挂在论坛上。两人刚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下一秒就被他的后半句话彻底打回了原形：“贴你们宿舍门口就行，让路过的同学都看看。”水月面无表情地补了一句。见他们面露难色，他抬了抬眉，不愿意，那我只好找老师来处理了。说完，他作势转身准备离开。别，我们答应。两人慌忙拦住他，连连点头。事情解决了。水月心情舒畅地走出卫生间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我都差点进去捞你了。霍柔见他出来，忍不住抱怨道。遇到点小插曲，水月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霍柔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撸起袖子就要冲进去找那两人算账。水月赶紧拽住他，算了，没必要跟他们计较。回校路上，霍柔还在为水月打抱不平，都是一个班的，真没想到他们居然在背后嚼舌根，真是人心隔肚皮。下次有好吃的一块也别分给他们。他气鼓鼓地嘟囔了好一会儿，才逐渐平复情绪。随后他又想起水月用餐时的优雅姿态，忍不住好奇道：“你以前是不是经常吃西餐，还是专门学过西餐礼仪？看你刀叉用的这么顺手。”水月笑着摇头：“没有，只是以前跟顾子夜去过几次。初中时他和顾子夜同班，有时江淑芳来接他吃午餐也会带上他，吃的多数是西餐，次数多了他也自然而然学会了刀叉的用法。不过江淑芳身边总有几个姐妹，她一个外人夹在中间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后来江淑芳再邀请她都会找借口推掉。那些西餐的记忆也就停留在那段时光了。回到宿舍，水月洗漱完倒头就睡，霍柔则继续坐在桌前熬夜追剧。刚躺下没多久，水月觉得身上痒得厉害，抓了几下反而更难受了。小柔，宿舍是不是进蚊子了？我感觉浑身痒得不行。她坐起身抓了抓脖子，没觉得有蚊子啊。不过你要是痒我这有风油精。霍柔一边回答一边打开灯，正要翻找风油精，却一眼瞥见水月全身泛红的样子。你生病了？你身上全是小红点。霍柔吓了一跳，连忙递给他一面镜子。水月接过镜子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不仅是脸，脖子手臂上也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红点。霍柔赶紧帮他换好衣服，迅速带他赶往医院。医生一眼看出是过敏，立即安排了住院检查，开始输液开药。水月看着陪在病床旁的霍柔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，刚想开口，霍柔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。我不回学校了，你在云市又没亲戚朋友，只能我这个闺蜜陪你，你可别想赶我走啊。霍柔摆摆手，语气坚定，出院请你吃饭。水月轻声笑道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却温暖的笑意。那我可要好好宰你一顿。霍柔眨了眨眼，露出一抹狡黠的笑容。好啦，你现在得好好休息，赶紧睡吧，我正好熬夜追剧，顺便帮你盯着点滴。水月点点头，闭上眼睛。就在他快要沉入梦乡时，耳边传来一阵手机铃声，可他的眼皮仿佛被灌了铅，怎么也睁不开。梦里，一只宽大却冰凉的手轻轻抚摸着他的额头，那手掌的温度逐渐回暖，紧紧握住他放在床边的手。他的指尖微微动了动，下意识地回扣住那只手，心里涌起一股久违的安心感。上一次生病似乎还是小时候，那时也有一双手这样紧紧握住他，给他力量。不知是不是因为生病，水月这一觉睡得格外深沉。醒来时，窗外的阳光已经高高挂起。小柔现在几？他转过头，话还没说完，便对上了一双漆黑深邃的眼眸，那双眼睛里映着他的身影，让他的心头猛然一颤。月月，男人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愉悦。见他醒来，他唇角微微扬起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水月从那双眸子里回过神来，对他的出现满是惊讶。他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，想坐起来，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他紧紧握着。原来那并不是梦。
他的脸颊瞬间泛起一抹红晕，幸好脸上的红点帮他遮掩了这份羞赧。他试图把手抽出来，可刚一挣脱，顾子夜立刻又握住了他，力道比之前更重。别动！顾子夜抿了抿唇，眼神里透出一丝罕见的严肃。啊！水月愣了一下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从未见过他这副神情，心里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霍柔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。月月，你醒了？感觉好点了吗？不饿。他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一样蹦出来，顺便还不经意地挤开了两人牵着的手。顾子夜皱了皱眉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悦，甚至带着几分敌意。好多了，身上还有点痒，不过比昨晚好多了。医生说了我是因为什么过敏吗？水月问道，试图转移话题。医生说是昨晚吃的三文鱼，你可能是对生鱼肉过敏，以后得注意点。霍柔说完，懊恼地拍了拍脑袋，早知道白嫖这一顿饭会弄成这样，我就不叫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过敏。水月轻声安慰他。对了，医生还叮嘱你别乱动，得留院观察2天，等情况好转了再出院。霍柔补充道。水月点点头，这才明白顾子夜刚才那句别动是医生的嘱咐。他转过头看了顾子夜一眼，终于想起最关键的问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昨天给你打了好多电话，我看挺急的就替你接了，顺便把你的事告诉了他。霍柔说完，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，哪知道他连夜赶过来，早上5、6点就到了，一直在这儿守着，连早餐都没顾上吃。他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回想起顾子夜冲进病房时的那副模样，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水月，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似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水月得了什么绝症。既然你醒了，那我去给你们买午餐。跟顾子夜一起来的那个司机说，他只听你的话，你劝他吃点东西吧，别饿坏了。霍柔摆摆手，语气里带着调侃，但眼底却透着关心。他平时虽然大大咧咧的，照顾起人来却格外细心。好，谢谢。水月点点头。霍柔离开后，病房里只剩下水月和顾子夜。水月转过头，正对上他灼热的目光。你昨晚来云氏江阿姨知道吗？知道。那她说什么了吗？没有。对了，小柔说你昨晚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月月没回信息，他抿了抿唇，神情有些委屈。水月闻言拿起手机一看，发现他昨晚发了10几条消息，内容却出奇一致，云氏今日多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皱了皱眉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想月月发，他回答的简单直白。他昨晚想他想了很久，没想到一次就发1条消息，可他1条都没回。他难过了好一阵子，以为他不想他，后来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生病了，不是不想他。想到这里，他既觉得开心又心疼他生病，眉头皱成了一团，满脸纠结。水月试着用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，因为想我，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所以才发天气。他点点头。之前他也偶尔收到他发来的云氏天气，还以为是提醒他带伞或是防晒，原来是因为想他。昨晚发了这么多条，是因为特别想他吗？水月突然想起他之前写的那张列满喜欢他的纸条，脸颊一下子烧了起来，眼神慌乱的闪了闪。月月脸好红。顾子夜神色一紧，立刻站起身。你去干嘛？他连忙拉住他。找医生。月月生病。他语气急切。不是，脸红不是因为生病，不用去。水月赶紧把他拽回来，心里暗暗庆幸医生没来，不然他怕是要尴尬到找地缝钻进去。一听不是因为生病，顾子夜松了口气，但目光还是紧紧锁在他的脸上，眉头微蹙。那是什么？如果不是生病，你的脸为什么会红得像晚霞一样？水月没吭声，侧过头避开他的视线，伸手轻轻捂住脸颊。别看了，脸上起了好多红点，丑死了。昨晚照镜子时他差点被自己吓哭。不丑，很漂亮。顾子夜拿开他的手，眼神专注的像在欣赏一件珍宝。我喜欢的。月月，他的语气认真的不容置疑，仿佛他就是这世上最美的风景，任何时候都能让他目不转睛。水月心头一软，刚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推门声打断了。我回来了，都饿了吧？赶紧吃。霍柔提着2份盒饭走进来，一抬头就对上水月略带幽怨的眼神。怎么了？他一脸茫然。没事。水月轻咳一声，压下心里的情绪，低头打开盒饭。顾子夜也跟着吃了起来。2份饭菜明明一模一样，他却总是从他盒饭里夹菜，仿佛他那边的味道更像是的。吃完午饭，水月想让顾子夜回柳氏，可他死活不肯，非说要留下来照顾他。没办法，杨旭只好在附近酒店开了个房间，但他除了医院哪儿都不愿去。你今晚要留在医院？水月问。他点点头，语气坚定。照顾月月，劝不动他，水月只好同意。正好让霍柔换班休息，他行不行啊？霍柔看了眼顾子夜，有些担心，万一出点事，他可能连叫医生都不会。没事的，我又没什么大病，自己能照顾自己。水月再三安抚，霍柔这才放心离开，让顾子夜留在医院。因为女孩的一句绝交，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竹马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看着她，也不会出现在她面前惹她生气。前世女孩因她的刻板行为对她避而远之，直到车祸时才明白她的心意。此时的病房里，房间里多了一个男性。水月扯了扯身上的被子，在病床上翻了翻身体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然而一转身便对上他那双漆黑的眼睛，视线永远落在他的身上。怎么还不睡？他顿了下，开口问道。睡不着。顾子夜的声音很轻。睡觉要闭上眼睛。他想起他睁开眼睛睡觉的习惯，他乖巧地应了一声，缓缓闭上双眼。水月也转过身，背对着他继续睡觉。半夜，他迷迷糊糊醒来去上卫生间，回到病床上时，借着走廊外的微光，他看见顾子夜睁着眼睛，竟然还未睡着。怎么还没睡？他愣了下问道。好吵。顾子夜委屈地抿了抿唇。走廊外时不时会响起病床呼叫的电子音，还有走动的脚步声，这些嘈杂对于水月来说完全可以忽略，可是这些声音在顾子夜的耳里就被放大了数百倍，吵得他耳朵和脑袋疼。他身上很有多毛病，比如睡觉的时候周围不能有一丝声响。水月这时才想起他这个毛病，随即说道。我让杨旭来接你去酒店那边睡吧，那边比医院安静。不要。顾子夜斩钉截铁地拒绝。
我乖乖睡觉，不要离开。说完，他紧闭双眼，眉心也皱了川字，强迫自己睡觉。水月叹了一口气，朝他招了招手：“顾子夜，过来。”顾子夜听闻起身走到他的身边：“不要赶我走，没有赶你，我只是问问要怎么做你的脑袋才不会疼。”他坐起来看向他，认真问道：“听见不会赶他离开？”顾子夜扬起唇角，瞬间变得开心了起来。如果他的身后有一条尾巴，那此时肯定在不停摇晃。他直起他的双手捂在自己的耳朵上，这样就不吵了。水月眸里划过一丝疑惑：“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？”他重重点头。那你自己捂着耳朵回去睡觉吧。说完，他便把手抽走了。顾子夜撅了撅嘴，要月月才不会吵。月月又忘记了，记性真差。水月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确定他不是在说谎后，这才将手重新捂上他的耳朵。可是这样要怎么睡觉呢？他犹豫片刻，往旁边挪了挪，让出一半的床给他，睡这里吧，但是不准乱动。顾子夜激动的双眸发光，他又可以和月月一起睡觉了。病床本来就很小，两个人躺在上面需要挤一下。水月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他的怀里，男性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，心弦也乱了几分。他抬头再次对上他的眼睛，在极近的距离之下，他眸里的潋滟与脉脉愈加清晰，直接闯入他的眼里。上一次和顾子夜躺在一张床上，还是在小学6年级。水月从前以为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来往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又睡在了同一张床上，像以前一样还要哄着他入睡。月月，手累吗？他们靠得很近。顾子夜说话的时候，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胸膛的起伏，以及落在他耳边那温热的气息。他缩了缩脖子，脸颊滚烫。不累，你别说话，快睡觉，要不然你就回沙发上自己睡。顾子夜一听，马上闭上眼睛睡了。水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睡姿，也开始继续睡觉。本以为身边多了一个人会难以入睡，可是才闭上眼睛没多久，他就陷入了梦中。第二日，霍柔不放心水月，一大早就过来看他了，手边还提着2份早餐。然而刚推开病房门，他就被在病床上相拥而眠的2个惊得差点原地起跳。你们，水月似乎被吵到了，眉头皱起。顾子夜轻轻抚了抚他的后背，他的柳眉渐渐舒展，抵在男人的胸膛里蹭了蹭，又继续睡了过去。两人的动作亲密，霍柔正要尖叫，下秒便对上顾子夜的目光。他竖起食指在唇边比了比，做出噤声的姿势。霍柔点了点头，嘴边还未来得及出口的震惊被迫吞进肚子。他把早餐放在桌上，马上转身离开病房。在等电梯时，霍柔终于忍不住捂着嘴巴，兴奋的低声尖叫，就像磕到了 CP 的众人。月月还不承认喜欢他，这都睡到一张床上了，口是心非。一旁同在等电梯的人默默远离霍柔，不要靠近，会被传染的。又睡了半个小时，水月揉了揉眼睛，睡眼惺忪的从梦中醒来，一转身脑袋便撞进一个结实的胸膛里。顾子夜的皮肤白皙，轮廓分明，薄唇轻抿，安静时身上会带着一种独特的空灵和清冷感，如果是陌生人，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自闭症儿。水月抬头便是对上了这副模样的顾子夜，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昨晚和他睡一张床上。他倏地坐起，神色慌乱的左瞥右看。这时顾子夜也下了床，站在旁边疑惑的看着他，不明白他的举动。月月，找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抓了抓乱蓬蓬的头发，疾步进了卫生间。那个，起床了，我先去洗漱。卫生间里，他的手掌沾水拍了拍自己的脸颊，刚才他那副模样还挺帅气的，害得他一时没法把他当成小时候那个跟屁小孩来看待。水月在卫生间里待了几分钟，出去的时候，顾子夜正往袋子里把早餐拿出来。早餐什么时候拿来的？他走过去问道。顾子夜轻声道：34分钟前，半个小时前。那时他好像还没醒。咯噔一下，他心里有个不好的预感，该不会是小柔拿过来的吧？顾子夜点头，果然。水月忙拿出手机，信息铺天盖地的跳出来，全部来自霍柔，有质问他为什么和顾子夜睡在一起的，也有震惊到胡言乱语的。水月身上的过敏来得突然，不过好在住院输液2天后，身上的病状好了许多，医生开了几天的药便让他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赵香梅不知从哪里得知了他住院的事，慌忙打电话过来。水月对顾子夜说了句不要说话，这才接通电话。赵香梅担忧的声音从听筒传出来：囡囡，你的身体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要不我还是过去照顾你吧。妈，我今天都要出院了，你就别过来了。水月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。好吧，回头我再多做一点豆瓣酱寄给你，你分给小柔，谢谢他这2天在医院照顾你。赵香梅说着边在心里盘算晚点要多买些材料回来。好。水月瞥了眼安安静静坐在面前的顾子夜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没有告诉赵香梅，其实这几天在医院照顾他的人是顾子夜，否则问起来肯定没完没了。在赵香梅想给他寄点吃食过来给他补身体时，水月撒娇道：我想吃妈妈包的汤圆，要小熊形状的。他有些怀念那份汤圆，上辈子他在外地工作，同事们都回家过元宵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公司加班。那天晚上，他在公司收到一份用保温桶装着的汤圆，是赵香梅托人送过来的。虽然汤圆已经被泡得发胀，有几颗汤圆甚至露馅了，但还是能隐隐约约看到小熊的形状，那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一份汤圆。赵香梅笑了笑，汤圆可以，但我可不会包什么小熊形状的。两人又继续聊了一会儿，水月才依依不舍地挂断了电话。他放下手机对顾子夜说道：好了，我要去办出院手续了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。他眨眨眼，看着他一言不语道：可以说话了。他轻笑一声，用指尖戳戳他的脸颊，还挺软的。顾子夜神色新奇地摸了摸刚才被戳的脸颊，眼眸闪闪发光，甚至把脸往他面前挪了挪，想让他再戳一次。他也如他所愿，用食指再戳2下，两人这样竟也开心地玩了起来。直到杨旭进来，水月才急急忙忙推开顾子夜，故作镇定：江小姐，听说你今天要出院，手续都办好了吗？如果还没有，那我去给你办手续吧，还可以顺路再
送你回学校。水月出院后，他也正好要送少爷回柳氏，不过少爷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着他，好像是在生他的气。他做错什么了吗？杨旭满脸疑惑。那个，我手续还没有办，你和顾子夜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去。刚刚光顾着逗他，都忘了出院手续还没有办完。说完，水月起身就要出去。江小姐，不如让少爷去给你办手续吧。杨旭提议。什么？水月怔了下。杨旭，正好也可以锻炼一下少爷的社交能力，有利于少爷病情的恢复。我也会在旁边看着少爷，不会有事的。肯定是他说要帮江小姐办出院手续，所以少爷才会生气的。少爷一定是想亲力亲为为江小姐做任何事情。说完，他看向顾子夜，一副得意求赞扬的模样。可是为什么少爷也愣住了？水月听着杨旭的话，也觉得是那么回事，被怂恿的迷迷糊糊点了点头。顾子夜听到是给水月办事，二话不说也同意了。这是我的银行卡，密码是……水月把银行卡、身份证之类的交给他，还告诉他各种步骤。说完之后，他还是不太放心，听懂了吗？顾子夜看着手里的各种卡，半晌点头。水月，要不还是我去吧，让他去怎么感觉不太靠谱。我去。顾子夜看向他，突然坚定地说道：月月给他的任务，他要去完成。男子汉要帮女生干活，好吧。水月只能让杨旭多注意着他点。缴费大厅，各个缴费的窗口都排了长队，人头攒动。顾子夜见状，刚迈出去的步伐又缩了回来，手心紧紧攥着银行卡，站在原地，眼神闪躲。少爷，你不是要去给江小姐办手续吗？我们过去排队吧。杨旭说道。顾子夜情绪忽然变得不安，紧咬嘴唇，唇瓣被咬得苍白。杨旭心里暗叫不好，马上给水月拨打了电话。三两成群的人从顾子夜的面前擦肩而过，他的脸色逐渐煞白，似乎有几根银针在不停地扎着他的脑袋，越来越痛，眼前的人影渐渐模糊。就在他意识崩溃的边缘，一道轻婉而又急切的声音钻入耳里，抚平他心底的狂躁。顾子夜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顾子夜，他回过神，接过杨旭的手机贴在耳边，委屈道：月月，好多人，头疼，不要怕。还记得我们在食堂打饭排队的场景吗？也有很多人，可是你都克服了，这次你也可以的。水月放缓了声音，不停和他说话。可是好多人，顾子夜眼里划过一丝怯弱。你拿着手机，我和你说话，就像我在你旁边和你一起排队，好不好？好。他看着前面的人群，神色犹豫，在水月的鼓励下，这才慢慢迈出步伐，来到一个队伍尾部站好。他垂下脑袋，看着地板，躲避别人的目光。月月，我在。月月，已经排好队伍了吗？是不是不怕了？顾子夜身上紧绷的情绪渐缓，被咬出牙痕的嘴唇也上扬几分。有月月在他身边，不怕了。就在他和水月说话时，队伍在慢慢缩短，大约过了20分钟，便轮到他了。先生您好，麻烦您给一下资料和证件。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道。顾子夜眼神畏怯的闪了闪，站在原地攥紧手掌，也不说话。先生，工作人员以为他没听见，又重复了一遍。杨旭连忙走过来，少爷，把你手里的资料放在窗口上，交给工作人员，这样就好了。顾子夜，可以帮我把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吗？水月听到那边的声音，也对他说道。顾子夜终于有了动作，把资料放在窗口上，才缓缓道了句好，手续办完。顾子夜把结算发票交到水月的手里，看向他，眼眸迎着细碎的光芒，夹带着一丝得意洋洋的神色，似乎在等他的表扬。水月笑了笑，揉揉他的脑袋，真厉害，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以后别的事也要拜托你了，交给我。他开心地点了点头。之后水月坐着他们的车回到学校，在校门口分离时，尽管他们相处了2天，顾子夜还是不大愿意离开。后天就是周2了，你不是会过来吗？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，他说道。月月忙，见不到。他的语气有些失落。水月噎住，国庆回校之后，他的学业确实很忙，好几次他都让顾子夜别过来了，因为没有时间见他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顾子夜每次都有偷偷过来，也不告诉他，只是在校门口呆呆站着。上个月忙，现在已经忙完了，周2过来我继续带你去食堂吃饭，我跟你保证。他朝顾子夜伸出为止，拉钩的事是一定要做到的。顾子夜同样伸出为止，拉钩完成，他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因为女孩的一句绝交，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竹马，宁愿站在烈日下远远看着他，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惹他生气。前世女孩因他的刻板行为对他避而远之，直到车祸时才明白他的心意。回到宿舍楼，水月刚从楼梯口出来，便看见前2个宿舍门口围了4、5个女生，好像在讨论什么。他没过去凑热闹，转身进了自己的宿舍。月月，你终于出院了，你不在宿舍的这段日子，我一个人好寂寞啊。霍柔看见他回来，激动得跑过来将他扑倒。我的腰，你再不起开我又要住院了。他的脖子也被箍得喘不来气。霍柔撇了撇嘴，乖乖站到一旁吐槽，你的腰这么脆弱，以后在床上怎么撑得住？咱们多去锻炼锻炼吧。水月赏了霍柔一个白眼。对了，前面那个宿舍是怎么回事？好多人围在门口看什么？道歉信呀，你忘了吗？那2个乱传你谣言的女生，你让他们把道歉信贴在宿舍门口上，大家现在都对他们避而远之，没人敢和他们玩了。水月想起来了，这2天因为住院的事分散了心，都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我还帮你把道歉信拍回来了，不过一看就知道是网上抄的模板，改2个字就贴出来。霍柔调出手机相册，把照片给他看。无所谓，我也没指望他们会诚心道歉，只要把道歉信贴出来，大家都清楚就行了。霍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11月中旬，云市已经入冬了，气温一天比一天冷。清晨起来，水月都要穿上一件厚厚的毛衣和外套。手机上是顾子夜发来的天气预报，只不过这次在预报后面又多了个温度。云市今日晴，7摄氏度。他在想他。水月接收到他的信号，脸颊微红，他朝双手哈了一口气，暖了暖被冻僵的手，才得以打字回复。今天出门记得多穿几件衣服，还有毛衣。他的回复一如既往的简短。今天周2，
他应该要准备出门来找他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突然有些期待中午的到来。中午下课铃声响起，水月3两下把书收拾好，随后跑出教室。其他同学一脸奇怪的望了眼那离开的背影，而霍柔早就见怪不怪了。来到校门口，顾子夜果然已经在等他了。待他走近，才发现他身上的不同。他穿着基础款的西装，线条简洁，没有多余的设计，外面又多加了一件深灰色的厚实大衣。光是往内一站，身上豪气沉稳的气息就往外溢了出来，帅气而又迷人。不少路过的女生都捂着嘴在心里尖叫。水月一开始也眯了眼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江阿姨给你挑的衣服。按照她的习惯，不会穿这么复杂麻烦的衣服。顾子夜点头，仔细盯着她。月月喜欢吗？妈妈说她这么穿，月月一定会很喜欢的。他看着她问的认真，让水月产生一种不是在问喜不喜欢衣服，而是在问喜不喜欢她的错觉。脸颊闪过一片羞赧，他改口说道：“很好看。”虽然回答的不是喜欢2个字，但听到他说好看，顾子夜还是开心的勾了勾唇。以后都这么穿。水月仿佛知道他心中所想，开口劝说：“你自己的穿衣风格是要看你喜不喜欢，而不是我喜欢，知道吗？”可是月月喜欢，我也喜欢。顾子夜的眼满是坚定，仿佛他的世界因他而改变，包括喜怒哀乐，全由他来主宰。水月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，没能说出口的话，最后化作一声叹息：“算了，我们去食堂吃饭吧。等以后他的病情恢复些，再跟他说这些吧。就像大人常教育小孩的一种说辞，等你长大就懂了。或许等顾子夜痊愈了，就会把他放下吧。”他胡思乱想着带他去食堂，下秒他的衣角便被拉住。月月，给。顾子夜递过手边的保温桶。水月的目光被他的帅气服装吸引，直到他开口才发现到他手里提有一个保温桶。这是什么？他接过保温桶，银色的桶壁外面还贴着一个小熊贴纸，觉得有点熟悉。他打开盖子，热气腾出。顾子夜的回答也随之而来：汤圆，小熊汤圆，里面装着满满一桶小熊形状的汤圆。汤圆有些胀开变了形状，有些裂开，黑芝麻的线心流向周围，和他印象中的小熊汤圆一模一样。这是你买的吗？他的嗓音哽塞艰难地发出声音：我做的。他的脸庞迎着浅浅的笑意，又似得意洋洋。给月月吃。水月看着汤圆，怔在原地。上辈子那份送过来的汤圆，保温桶上也有一个小熊贴纸，和眼前这个一致。他本以为那份汤圆是妈妈给他做的，原来那也是他亲手包的，托人转交给他。水月怔愣地看着汤圆，没有说话。顾子夜看不懂复杂的情绪，只是觉得他不说话，那就是不喜欢了。他抿了抿唇，把汤圆抱回来扔掉，情绪有些低落。为什么要扔啊？他从得知真相的巨大震惊中回神，面容不解。月月不喜欢，不喜欢就要扔掉。谁说我不喜欢了？送给我就是我的了，不准扔掉我的汤圆。水月把汤圆抢回来，小心翼翼地抱好，不让它洒出来。他精炼地从句子里提出关键词：喜欢。月月喜欢他的汤圆。下一瞬，他的眼睛亮起，开心的像朵花似的，而且这是饱含心意做出来的，要扔掉会很难受的。他说：任谁费尽心思做的礼物被扔掉，心里都会难受。顾子夜也急忙点头：难受，这里痛。他指了指胸口，胸口怪怪的，比头疼还要痛。但是月月说喜欢后，马上就不痛了。月月真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水月笑了笑，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上：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做汤圆？上辈子可是元宵节那天才托人给他的，现在怎么提前那么早了？顾子夜说：月月想吃，想吃。他忽然想起在医院和赵香梅通电话的时候，说了句想吃汤圆，所以他就给他做了。仅仅因为他提了一嘴，水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艰涩的扯了扯唇角，露出一抹笑：你什么时候学会包汤圆了？我都不知道呢，真厉害。顾子夜得到表扬，心情更加高兴。昨天妈妈教我，我很努力，可是坏了。他指了指因露馅而模样难看的汤圆，他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些汤圆不是因为旅途颠簸泡久了露馅的，而是因为他学艺不精，没包好才散开的。没关系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他没忍住踮起脚尖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他的指尖捻了捻外衣，唇角迎着浅浅的笑意。宿舍里，霍柔看见水月在吃汤圆，凑过去往他的碗里看两眼。你去买汤圆了？汤圆都煮烂的馅都跑出来了，老板也好意思拿出来卖啊？是哪家店？回头我告诉同学，让他们都别去这家店买。他念念叨叨地谴责这个无良老板。水月默了默对他说：这是顾子夜做的汤圆。顾子夜。霍柔顿住，话音一转，这汤圆煮的还真不错，他很有大厨水平啊。如果是外面的大厨做成这个样子，卖相确实不好，但是放在顾子夜身上那就是美味佳肴了。水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人又不在这里，不用这么客套，而且煮的确实不好，那你还吃得津津有味。霍柔撇了撇嘴，但是很好吃啊。他看着碗里的汤圆轻笑道：和上辈子的一样好吃，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汤圆。霍柔看见自家闺女仿佛一脸怀春的样子，心中震惊无比，她该不会是喜欢上顾子夜了吧？日子踏进12月，寒风刺骨，水月躲在宿舍里，身上盖着小毛毯，冷得瑟瑟发抖。霍柔出去和朋友玩了，只剩他一个人在宿舍奋笔疾书，为作业愁到秃头。冻僵的手在草稿纸上来回计算着答案，算来算去都不对，这高数也太难了。水月趴在桌子上，深感无力地叹气一口气。他拿起手机给几个同学发了信息，想问下他们作业该怎么写，然而得到的回答全是还没有写。同学甲，这作业不是明天下午才交吗？我明天早上再写。同学乙，我也不会啊，你写完了吗？借我抄抄。可谓是人间真实。他在好友列表里画了画，试图能找到一个学霸为他解答。下一秒指尖就停在顾子夜的名字上。人都说，上帝给某个人关上一道门的同时，便会给他打开一扇窗。小学和初中他都与顾子夜同班，那段时间他的成绩优异，除了语文和英语，全科都是满分通过。语文是因为他难以理解阅读所抒发的情感，英语则是因为作文被空了出来。那时老师对他既感叹又可惜。后来他的病情反复难以控制，到了高中，江淑芳给他请了私人教师在家里学习，他们也就不常见面了。水月犹豫了片刻，先给他发一条信息，问问他有没有时间。2、3秒后信息回了，可是有些意义不明。我也想月月，他疑惑，同步不到他的脑回路，只能选择放弃，直接问出
自己的问题。我有一道高数题不会做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吗？如果不会也没事。他把题目拍下一起发给他。顾子夜的信息似乎是秒回2，什么？答案是2。水月汗颜，那个可以把过程写一下吗？这次的时间隔了稍久一些，回复的信息附带了一张照片。他用钢笔在白纸上写了解题过程，凌厉的字迹难以和他呆滞的模样对上，竟有一种莫名的反差萌。水月轻笑了2声，随后认真的看起这个解题，有些步骤他还是不太懂，又问了2句，然而顾子夜难以表达明白，发出来的字也磕磕绊绊。他干脆直接拨了一个视频电话过去，看着手机屏幕上出现水月的面孔，顾子夜愣了几秒，随即宝贝的端起手机仔细详看。傻瓜，把手机拿远一点，我看不见你了。水月笑道，是月月的声音。顾子夜听话的把手机拿远几厘米，再远一点，再几厘米，再远一点，直到隔了20多厘米，这才显示清楚。你今天在房间做什么？水月和他闲聊几句，发呆。他顿了下，又加了一句，想月月。这句在想他颇有一种暧昧的情味。他咳了一声，将话题转开。刚刚的解题步骤再和我说一遍好不好？我不太懂。水月那边的镜头一转，对上他抄下来的解题步骤，指着某一处问道，这是套用哪个公式呀？顾子夜眼睛动了动，低沉的声音在清冷的房间响起，添了几分生气。难题讲解完，一题又接一题，顾子夜桌前的白纸渐渐被公式填满，水月的作业也完成了一大半。他晃了晃酸疼的手腕，余光扫了眼架在桌上的手机。顾子夜垂下脑袋，拿着钢笔正在为他计算高数题。他的薄唇轻抿，侧脸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，眼眸随着落下的字微动，身上散发出一股沉稳的气息。都说认真时的男人最帅，水月以前不以为意，现在才发现这句话说得很对。现在认真的他有种迷人的帅气。月月，顾子夜看向他，嘴唇轻启，语气夹带着一丝开心。月月在看他。水月被他的声音唤醒，连忙收回目光，羞赧道，题解好了吗？给我看看。他的语气有些小低落。月月不看他了，要是他没说话就好了。他希望月月能永远看着他。水月光顾着自己偷看被发现而窘迫，没有注意到他的情绪。等他的作业全部完成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好啦，我该去食堂吃晚饭了，拜拜。他挥了挥手和他道别。顾子夜也依依不舍地挥手。他的手机不小心歪了下，水月看到他身后的床头柜里摆着几个餐盘，菜肴丰富。江阿姨刚才进来了吗？她给你送晚餐了。顾子夜说，没有。那你床边的饭菜是什么时候送进来的？难道是他刚才做题没注意的时候，佣人端进来的？中午。他说出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回答。水月惊讶地张了张嘴，你午饭还没吃？刚才那盘子里的饭菜整整齐齐，一口也没动过。他点了点头，不明白月月为什么这么惊讶，为什么不吃？他又问，忘了。他一直在想事情，然后月月找他就到了晚上。好吧，那晚饭可不能再忘了，一定要记得吃。水月细心叮嘱，偶尔有一种老妈子的操心感。顾子夜说，好。听到回答，水月这才安心，再次挥手道别。电话挂断，房间重归平静。顾子夜呆呆地看着已经黑掉的手机屏幕。水月离开后，眸里的色彩渐渐褪去，恢复平常的呆滞。许久，他想起答应过月月要去吃晚饭这件事。关在房子里一天的他终于起身出门下楼。夜晚的气温越来越冷，水月换上厚厚的羽绒服往食堂走去。晚风吹来，从他的脖子灌入，冷的全身都抖了抖。看来他要去买条围巾了。突然间他又想起顾子夜，他上次来云市好像也没带围巾，要不要也帮他买一条呢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。他想了很多，然而却没往他不喜欢戴那方面想。江淑芳那么疼爱他，怎么可能会不给他备一条围巾保暖？但是前脚给他戴上，后脚他就把围巾扯掉了。他讨厌身上过多的束缚感，如果不是江淑芳那句月月会喜欢戳中他的心，恐怕连西装大衣都要半路扔了。再次出发去云市，顾子夜这次乖乖穿上了江淑芳给他挑的衣服，因为月月说好看。眼看着他要上车离开，江淑芳连忙把围巾给他戴上，外面冷，可不要再脱了。他垂头盯着围巾看了几秒没有动，见他这次没有扯掉，他才放心的转身对杨旭交代事情。当事情说完之后，一回头，围巾被孤零零的扔在车座旁，而罪魁祸首一脸正经的看着前方发呆。看来少爷不是很喜欢戴围巾。杨旭说道，算了，不戴就不戴吧，我再去给他拿一件大衣，穿厚点，这样也不至于太冷。今天的行程也和规划中一样，7点10分钟出发，中午11点20分到达云市。然后顾子夜像往常一样站在学校门口等水月下课，只是今天多了一个意外。一个女生频频看向顾子夜，最后羞赧的走上前，那个，你好，你是来这里等人的吗？顾子夜看着前方的教学楼沉默不语，如果细看，甚至能发现他的眼神空洞无神，和常人不同。然而女生羞涩的不敢直视，只是一味的问道，我没有别的恶意，只是想说，我能不能加下你的联系方式？如果不行也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说，做个朋友，又或许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上忙。耳边一直萦绕着某个声音，顾子夜眉头皱起，眼睛动了动，终于看向吵闹的来源。女生见他的视线移向自己，心情一时雀跃了起来，期待他的答复。但男人的目光只是从他身上随意一扫而过，很快又将眼睛移开了。女生一脸迷茫，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这是在无视他？女生脸上的害羞逐渐变得愤昵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只是问一下，又没打算要死缠烂打，你要是不同意直说就好了。原本看他长得帅想着来搭讪，没想到他的素质竟然这么差。杨旭正在车里打着电话，余光瞥了眼校门口的顾子夜，谁料这一看吓得差点把手机摔了。他匆忙挂断电话，马上下车跑过去，听见女生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少爷不爱说话，但是他有女朋友了。杨旭尽责地帮他拒绝桃花，这些年他和顾子夜出门，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拒绝的话语也越来越熟练了。女生听到这话，脸色这才转好些许，有女朋友直说不就行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不止别人看了误会，女朋友也不高兴。杨旭尴尬地笑了笑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谁知顾子夜的眼睛再次动了
了动，不高兴。对啊，你不说明白，女朋友会以为你想养鱼呢。养鱼又是什么？他不太懂。误会消除，女生和他聊了起来。虽说是聊，但顾子夜只说了这一句话，其余都是女生在自言自语。杨旭偶尔搭上两句。水月下课赶来校门口时，便是看到这样一幅和谐的画面，步伐顿了顿，心情有些微妙。更新了。此时，水月往校门口走去，正巧遇上刚才那个女生挥手道别，两人擦肩而过。水月侧头瞥了她一眼，那是个长相清秀可爱的女生，她心里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她没有自闭症，没有依赖自己，是不是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？另一边，杨旭正低声对顾子夜叮嘱：少爷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说你有女朋友了，他们自然会走。顾子夜没来得及回答，目光忽然一动，落在了身后的水月身上，他的眼睛里原本的空洞瞬间被点亮。杨旭见状，尴尬的咳了一声，低声说：如果少爷想说江小姐是你的女朋友，那也行，但千万别让江小姐知道，免得她生气。什么女朋友？水月突然开口，吓得杨旭一激灵。没什么。杨旭结结巴巴的回答，神色有些不自在。江小姐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水月抿了抿唇，还没来得及追问，顾子夜已经激动地拉住了他的衣角，眼神热切。月，水月看到顾子夜的反应，心底那点微妙情绪很快消散，他没再问那个女生的事，直接拉起她的手腕往食堂走去。下午的老师调课了，不用上课，等会儿吃完午饭我们去商场逛逛吧。顾子夜毫不犹豫地点头。哦对了，水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闹钟递给他，这个送给你。那是个儿童闹钟，贴纸上标注着吃饭和睡觉的时间段。顾子夜没有细看，一听是水月送的礼物，立刻紧紧搂在怀里，眼里满是欣喜。礼物？月又送我礼物了。水月笑着教他如何使用，你看，时针指到这里和这里的时候，就要按照上面的提示去吃饭或者睡觉，明白了吗？顾子夜盯着闹钟眨了眨眼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那现在指针指向的是吃饭和睡觉，是白天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水月故意问他，他顿了顿，认真回答：吃饭。答对了，真厉害。水月揉了揉他的脑袋，他笑得更加开心了。杨旭跟在他们身后，心里暗叹：少爷啊，你喜欢江小姐的路还真是任重道远。吃过午饭，水月带着顾子夜去了学校附近的商场。商场大多是服装区，价格不菲，但围巾和帽子还算适中。水月只是来买条围巾，刚进商场他就去了趟卫生间。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走。顾子夜乖乖点头，杨旭则在不远处看着他。这时，不远处有个男人似乎遇到了麻烦，左顾右盼，最后目光锁定了顾子夜，朝他走去。先生，请问卫生间在哪？男人一脸焦急，额头上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显然快憋不住了。他盯着顾子夜，眼神里满是期待，仿佛在等一个救命的答案。顾子夜的眼神动了动，看着男人，似乎在思索什么，迟迟没有回应。男人急了，正打算换个人问，顾子夜却不紧不慢地开口：我有女朋友了。啊！男人愣住了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。我有女朋友了。顾子夜又重复了一遍，语气认真，仿佛这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。男人干笑两声，尴尬地说道：恭喜恭喜。所以卫生间到底在哪儿？他实在不明白，自己只不过想问个路，怎么还莫名其妙被秀了一脸恩爱。顾子夜皱了皱眉，依旧坚持道：我有女朋友了。这句话他说得越来越流利，仿佛刚刚练习过无数次。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：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了，不用再重复了。他心里五味杂陈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喜欢炫耀？自己单身也就算了，还要被强行喂狗粮。这时水月和杨旭赶了过来，正好听见顾子夜一本正经地和人说自己有女朋友了。杨旭内心一阵崩溃：少爷，不是每个过来和你说话的人都要用这句话回复啊。水月则一脸困惑：他有女朋友了？是谁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过水月只是短暂地疑惑了一下，随即指了指方向，帮男人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。卫生间在那边。男人如释重负，连连道谢，临走前还忍不住对水月感叹了一句：你男朋友还真是喜欢你，一直跟我炫耀。水月干笑两声，目送他离开，然后转头看向顾子夜：你有女朋友了？谁啊？不知道。顾子夜摇了摇头，眼神依旧专注地看着水月。不知道？那你说什么？水月无奈地笑了笑，没再深究，带着他进了店里看围巾。店里款式很多，水月随手拿起一条围巾在自己脖子上试了试，这条好看吗？好看。顾子夜毫不犹豫地回答。他又试了另一条，那这条呢？好看。他的回答依旧简洁。你怎么每一句都是好看？水月有些哭笑不得，完全找不到参考意见。月好看，戴什么都好看。顾子夜认真地说道。水月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脸颊微微泛红。如果说他不正常，可他有时候又特别会说话，可要说他正常，他的行为却总是显得刻板呆滞。那我买这条米白色的好了。水月羞赧地拿起一条围巾，余光瞥见旁边的男款，突然想到什么，我见你的时候经常没戴围巾，不冷吗？我给你也买一条好不好？他拿起一条黑色的围巾，颜色和他身上的衣服很搭。他踮起脚尖帮他系上围巾。杨旭本来想提醒水月，少爷一向不喜欢戴围巾，可下一秒他就看见顾子夜的眼睛亮得像夜空的星星，眼神里满是喜悦。看来先生很喜欢这条围巾呢。店员走过来热情地推销，价格也不贵，要不就给先生买了吧。水月看向顾子夜，你喜欢这条围巾吗？喜欢。顾子夜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双手紧紧护着围巾，生怕被人拿走。那就买这2条吧。水月见他这么喜欢，便让他直接带着去结账。买完东西坐车回校的时候，水月才发现车后座上放着一条深灰色的围巾，款式高级，上面还印着一个低调奢华的 logo， 和他买的黑色围巾明显不是一个档次。他拿起那条围巾，神色有些窘迫。顾子夜，还是带回你原来的围巾吧。
他极度不情愿的摇头，双手依旧紧紧护着脖子上的黑色围巾。少爷平时不喜欢戴围巾，夫人今早费了好大功夫都没能让他戴上。杨旭开着车笑着说道，现在看来不是不喜欢围巾，而是只喜欢江小姐你送的。水月听后忍不住抿唇轻笑，顾子夜见他笑，嘴角也跟着扬起，眼神里满是满足。夜晚，顾子夜从云市回来，江淑芳看见他戴着围巾，神色有些诧异。要知道之前不管他怎么劝，他都不肯戴，可很快他就发现这条围巾并不是他早上拿给他的那条。江淑芳瞬间明白了，这条围巾大概是水月买的，所以他才会愿意戴上。小叶，你回来了。江淑芳笑了笑，像往常一样走到车前喊他下车。然而车门刚打开，顾子夜就急匆匆地跳了下来，手里紧紧攥着小闹钟，脸色苍白，嘴里念叨着没吃饭，没吃饭，饭菜已经做好了。小叶是饿了吗？我们进去就可以吃了。江淑芳走到他身边，轻声安抚。时间过了，时间过了。顾子夜盯着小闹钟，声音低沉而颤抖。时针早就离开了吃饭的区域，他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了。他没有听月月的话，月月会不会讨厌他？这个念头像一根刺，狠狠地扎进他的脑海。他双手抱住脑袋，蹲在地上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江淑芳的眼睛瞬间红了，她听不懂顾子夜在说什么，只是本能的紧紧抱住他，声音哽咽：什么时间？告诉妈妈，妈妈帮你解决好不好？杨旭见状立刻跑了过来，他今天一直跟在顾子夜身边，自然知道水月送他的那个小闹钟。他蹲下身，语气坚定：少爷，我们在车上吃了小面包，是在时针指到吃饭那个时间吃的，所以已经算吃过晚饭了。时间没有过，水月知道他们回到柳氏会很晚，特意给他准备了小面包，叮嘱他到时间一定要吃。顾子夜也记住了，按时吃完了。杨旭反复解释了几遍，顾子夜这才从疼痛中慢慢恢复过来，嗓音沙哑，带着几分楚楚可怜道：时间没有过吗？我有听月月的话对不对？所以月月不会不理我了对不对？顾子夜总是因为一些在旁人眼里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发病，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但只要把这根刺拔掉，他就能恢复正常。听到杨旭的话，他终于清醒过来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捡起刚才发病时扔在地上的小闹钟，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脸上带着几分自责。他把月月送的礼物丢地上了，要是月月知道会不会生气？随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脖子上的围巾，见他还好好的围在脖子上，他松了口气，整理了一下围巾，抱着小闹钟匆匆走回房间，甚至连一眼都没分给站在一旁满眼担忧的江淑芳。这不禁让江淑芳心里一阵酸涩。一旁的佣人见状赶紧上前扶他：夫人，您的脖子受伤了，我们进去给您上点药吧。江淑芳这才注意到脖子上的抓痕，是刚才抱住顾子夜时被他无意间抓伤的，这点小伤不碍事。他摆了摆手，语气淡然：这种小伤他早习惯了。不过他还是把杨旭叫了过来：小叶刚才说的没时间了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吃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想弄清楚儿子发病的原因。杨旭立即把今天出门后的事情详细汇报了一遍。听完江淑芳沉默了片刻后，他叹了口气：其实江小姐送小闹钟也是为小叶好，她经常吃一顿忘一顿，饿了也没有感觉。是的。杨旭点点头，语气有些紧张，生怕江淑芳因为这件事责怪水月。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江淑芳摆摆手：我知道月月的出发点是为小叶好，我只是想了解她今天的情况而已。可以说江淑芳是看着水月长大的，知道她不会害顾子夜，即使顾子夜让她不高兴了，她也绝不会像旁人一样落井下石。不过她也清楚，顾子夜一旦对某件事有了认知就会非常固执，她只希望这个小闹钟不要产生副作用就好。2楼的房间亮起了灯，江淑芳知道顾子夜回了房间，也不再站在门口，转身回了屋。杨旭想了想，拿出手机给水月发了条短信，把顾子夜发病的事告诉了他。卧室里，顾子夜把小闹钟小心翼翼地放进玻璃展示柜里，随后又摸了摸脖子上的围巾，眼神有些纠结。这是月月亲手给他戴上的，他舍不得摘下，但他又想把这些礼物都珍藏起来。他站在展示柜前足足纠结了1个小时，最终做了决定，把围巾也放了进去。小闹钟的时针已经指到了睡觉的位置，顾子夜转身上床，盖上被子，开心地闭上眼睛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月月送了他2件礼物。第2天早上，水月才看到杨旭发来的短信，得知顾子夜发病，他愣了好一会儿，但眼下还要赶去上早课，只能暂时把这件事放下，打算中午下课后再仔细问清楚。而在柳氏，顾子夜早早就醒了，他站在展示柜前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小闹钟，听着秒针滴答滴答的声响，看着时针微微跳动。6点1到，他转身走出房间，该吃早餐了。从小患有自闭症的社恐男孩，平时身边多站一个人都会发病，而如今却因为女孩的一句话，竟2话不说就冲进人多的菜市场买菜，甚至连买菜都成了他每天最期待的事。就在刚刚，水月一下课就给顾子夜发了条短信，然而平时秒回的他这次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想起昨晚他发病的事，他心里一紧，手指已经点开了视频通话，嘟嘟2声后，屏幕突然剧烈晃动，过了几秒才稳定下来。顾子夜的脸出现在画面里，月月，他眼睛一亮，嘴角扬起。水月歪着头，一脸疑惑：你刚才在干嘛呢？画面晃得我都晕了。出门买菜，他简短的回答。水月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：你居然会出门买菜，还愿意社交了？和妈妈？他补充道。水月点点头，这才觉得合理。虽然还是好奇他怎么突然愿意出门，但眼下更关心的是昨晚的事。我听杨旭说，你昨晚回家后又头疼了。顾子夜抿了抿嘴，眼神有些躲闪。我有控制，还是疼。月月不要生气，他记得月月说过要控制头疼，可努力了好久还是没忍住。月月肯定生气了，我没生气。水月叹了口气，不过我听说江阿姨被你抓伤了，你去看看她好不好？他心里有些愧疚，毕竟顾子夜发病和他脱不了干系，可让他去道歉，又觉得
立场尴尬，江阿姨大概更希望得到顾子夜的关心吧。好，顾子夜点头。虽然早上吃早餐和出门时已经看了妈妈好几次，但月月说的他都会照做。视频挂断后，水月等了半天，终于收到他的消息。看完了，江阿姨有说什么吗？有没有很开心很感动？他追问。妈妈说了一句：“你盯着我看什么？”水月一时语塞，他没想到他真的只是看了一眼，连句安慰的话都没说。沉默片刻，他重新发了一条更明确的指示：“你还要问问他的伤怎么样了，有没有上药，跟他说对不起。”顾子夜皱了皱眉，没想到要说这么多，但还是乖乖答应。他放下手机，转身又出了门。江淑芳看着去而复返的儿子，一脸疑惑：“小叶，还有事吗？”他站在那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你的脖子受伤了，上药。”江淑芳愣住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儿子居然在关心他，还是他幻听了？顾子夜抿了抿唇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受伤，上药。”小叶是在担心妈妈吗？江淑芳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，下意识想上前抱他，可想到他不喜欢肢体接触，又硬生生收回了手。原来他刚才过来是想关心他的伤吗？江淑芳心里一暖，眼眶都有些湿润了。妈妈待会儿再上药，我们今天出门买了苹果，小叶想吃吗？妈妈去给你拿一个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转身就要下楼去拿水果。顾子夜却一把拉住他的衣角，还没说完，他抿了抿唇，像是完成任务一样认真道：“对不起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江淑芳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他呆呆地看着儿子的背影，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既震惊又感动。江淑芳激动得像个孩子，逢人就说这件事，甚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正在公司上班的顾国森：“老顾，你知道吗？小叶刚才关心我了，他还跟我道歉了。”挂了电话，他又拨通了几个好姐妹的号码，恨不得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。另一边，顾子夜回到房间，立刻给水月发消息汇报任务完成。他盯着手机屏幕，眼神亮晶晶的，像只等待夸奖的小狗。水月没注意到他的表情，只是关心地问：“你道歉完之后，江阿姨有说什么吗？”他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妈妈发呆。水月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忍不住笑了。江阿姨大概是太惊讶了吧，换作是他估计也会愣住。月月没有夸我。顾子夜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，带着一丝委屈：“什么夸你？”水月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事情完成，夸奖。他垂下眼眸，睫毛轻轻颤动，看起来有些失落。水月这才明白过来，忍不住笑出声。以前为了鼓励他，每次他完成任务，他都会夸他几句，没想到他现在居然养成了要夸奖的习惯。我们顾子夜真棒，他笑着夸道。下次如果不小心伤到别人，也要主动道歉，好不好？他点点头，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。打电话的事情解决完，水月终于能安心吃午餐了。电话没挂断，他一边吃一边和他闲聊。今天早上出门好冷啊，躺在被窝里简直不想动，真羡慕北方的暖气。他咬了一口面包，随口问道：“你家里有暖气吗？”顾子夜没说话，只是安静的听着。“你今天出门是不是也很冷？有没有带围巾？”他突然想起昨天给他买的围巾。顾子夜摇了摇头：“为什么不带？”水月有些惊讶，昨天他明明很喜欢那条围巾，怎么今天就不带了？他忽然想起那条被扔在一旁的黑色围巾，心里有些失落。他连江淑芳买的高档围巾都不愿意带，又怎么会带他买的便宜货呢？水月心里泛起一丝酸涩，但很快被顾子夜的反应打断了。提到围巾，顾子夜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雀跃。“收藏。”水月愣了一下，随即瞪大眼睛：“你把它放进展示柜了？”他知道他有收藏的癖好，但没想到连围巾都不放过。他点点头，脸上带着几分得意，仿佛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围巾是买来戴的，不是用来收藏的。水月无奈的扶额。顾子夜眨了眨眼，一脸困惑，显然没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。等等，水月突然想起什么，我上次送你的衣服不会也被你收藏了吧？他毫不犹豫的点头，眼神里还带着一丝骄傲，仿佛在说月月真聪明。水月试过几次纠正他的收藏品，但每次都无功而返，最后他只能妥协，决定再给他买一条围巾，反正价格不贵，让他收藏一条带一条，两全其美。他在网上下单，选了同城配送，2个小时就能送到。挂断电话后，顾子夜就满心欢喜的站在门口等，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前方，眼里满是期待。“小叶，你站在门口等什么呢？”江淑芳下楼看到他，忍不住问道。他走过去问了2次，顾子夜都没回答，他只好作罢，任由他继续站着。2个小时后，一辆红色小3轮车驶入了柳市的富人区，快递员一路惊叹于这里的豪华建筑，心里暗暗感慨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进这种地方送快递，值了。他按照地址找到顾家大门，远远就看到一个男人站在门口。“先生您好，这里有份快递，请签收一下。”快递员递过一个盒子，顾子夜一把接过盒子，转身就往楼上跑。“哎，先生，您还没签名呢，单据也得给我啊！”快递员傻眼了，从业这么多年，头一回遇到拿了快递就跑的客户。眼看顾子夜就要消失在楼梯口，江淑芳赶紧拦下他，撕下快递单据还给快递员。“不好意思啊。”江淑芳歉意的笑了笑。“没事没事。”快递员摆摆手，临走前还忍不住往屋里瞥了一眼，只见顾子夜正抱着盒子傻笑。他摇摇头，心里嘀咕：有钱人真奇怪。收到新围巾的顾子夜开心的像个孩子，但很快又小心翼翼的把围巾放进玻璃展示柜里收藏起来。直到水月打电话来查岗，他才乖乖把新围巾拿出来戴在脖子上。“新围巾出门一定要戴哦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好不好？”水月语气温柔，带着几分哄小孩的耐心。顾子夜用力点头：“好，和月月的约定，他一定会遵守。”新围巾不能放进展示柜了，他环顾四周想了半天，最后决定把它放在枕头边上，这样每天睡觉前和醒来时都能看到它。放好围巾后，他站在床边盯着围巾发起了呆，眼神逐渐变得空洞，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。直到小叶，吃晚饭了，小闹钟的晚餐时间到了。江淑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嘹亮又带着几分催
催促，我们中午买的菜可以吃了。他补充道。顾子夜的眼神渐渐聚焦，漆黑的眼珠动了动，转头看向柜子上的小闹钟，时间已经快7点了。他竟然从下午站到了晚上。看到时间的那一刻，他神色慌乱，急匆匆地跑下楼。今天吃饭迟到了，月月会生气的。元旦临近，深冬的寒风呼啸而过，街上的人都裹得严严实实，水月也不例外，羽绒服、围巾、帽子全副武装，整个人像个圆滚滚的球。下课后，他和霍柔挽着胳膊往宿舍边走边聊。我发现我有当渣女的潜质，一到冬天就想念夏天，一到夏天又怀念冬天。霍柔缩着脖子冷得直哆嗦，水月点头附和，我也是。对了，昨天老师布置的作业你写了吗？霍柔正要继续话题，突然被身后传来的脚步声打断，一个男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。班长，有事吗？霍柔疑惑地看着他，男生喘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抬头说道，马上元旦了，学院晚会还缺2个在礼堂门口迎宾的女生，所以不行。男生话还没说完，水月和霍柔就异口同声地拒绝。男生一脸沮丧，原本安排的2个同学临时有事，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们。问了一圈，大家都说没空，现在就剩你们了，要是你们再拒绝，我就得去老师那儿负荆请罪了，拜托了。他双手合十，语气恳切，要是你们答应，我请你们喝奶茶，吃饭也行。他继续加码，看他这么诚恳，2人有些心软，最后以2杯奶茶成交。我要喝最贵的。霍柔咬咬牙，决定狠狠宰他一顿。男生一口答应，没问题，任务完成。他挥挥手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霍柔叹了口气，本来元旦我还想回家呢，这下得推迟1天了。霍柔家在云市，元旦3天假期回家很方便，但水月家远，来回坐车就得2天，在家只能待1天，索性就不回去了。不过上辈子的元旦，他在学校是怎么过的呢？水月努力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一个人窝在宿舍里，成了所谓的留校儿童。跨年那天，他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一个苹果和一个热水袋，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霍柔送的，毕竟之前他跟霍柔提过想买个热水袋取暖。可当他打电话问霍柔时，霍柔却一脸懵，不是我送的，你是不是有追求者偷偷献殷勤啊？霍柔还调侃了几句，水月心里一紧，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新闻，说是有女生因为收了陌生人的东西被迷晕，她吓得直接把礼物扔进了垃圾桶，然后慌慌张张跑回了宿舍。至于之后的事，他记不太清了。元旦当天，班长送来了迎宾要穿的旗袍，虽然是长袖，但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是显得单薄的可怜。霍柔瞪大眼睛，班长，要是今晚我们冻感冒了，医药费你报销吗？班长尴尬地挠了挠头，就站10来分钟，等大家都入场了，你们就可以披上大衣回宿舍换衣服了，行吧？水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既然答应了，总不能临时反悔吧。晚上礼堂附近人来人往，水月和霍柔穿着旗袍站在门口，冻得直哆嗦。我后悔了，我就不该答应班长。霍柔一边挤着笑脸迎接来宾，一边咬牙切齿地低声抱怨，再忍15分钟就结束了，坚持一下。水月也被冷风吹得打了个寒战，只能安慰他。霍柔叹了口气，试图和水月聊天分散注意力，突然一个爽朗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小柔姐。霍柔回头一看，一个穿着灰色毛衣的少年正咧嘴笑着朝他跑来，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。小天，你怎么来了？霍柔一脸疑惑。少年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，指了指身后的几个男生，同学说想来这边玩，我想起你在这儿就过来打个招呼。霍柔瞥了眼他身后的几个男生，点了点头。小柔姐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我把毛衣给你吧。少年说着就要脱衣服。别，霍柔连忙拦住他，你身上就这件毛衣厚点，脱了明天准感冒。我身体好得很，才不会感冒呢。少年不服气的嘟囔。最后在霍柔的坚持下，少年才作罢，但脸上明显带着失落。水月好奇地问，小柔，这是你朋友？邻居家的小孩，叫陆天。霍柔说完又向陆天介绍水月，这是水月，我闺蜜，你叫月月姐就行。陆天乖巧地喊了声月月姐，然后小声嘀咕，小柔姐，我已经18岁了，不是小孩了，就算你30岁，在我眼里也是小屁孩。霍柔毫不留情地回怼。陆天抿了抿嘴，正要反驳，班长提着2杯奶茶走了过来，打断了2人的对话。时间到了，晚会开始了，你们可以回宿舍换衣服了，这是今晚的报酬。天气冷，先抱着奶茶暖暖手吧。班长递过2杯奶茶，脸上带着歉意的笑。霍柔眼睛一亮，接过奶茶，这是最贵的那杯吧？刚才还抱怨冷风的他瞬间眉开眼笑。是啊，25块钱一杯，心疼死我了。班长捂着胸口，装出一副肉疼的样子，逗得霍柔哈哈大笑。送完奶茶，班长匆匆离开，还有一堆事等着他处理。陆天盯着霍柔手里的奶茶，语气酸溜溜的，小柔姐，他是谁啊？怎么还给你送奶茶？我们班班长呗。霍柔随口应了一句，低头喝了一口奶茶，结果立马皱起脸，这也太难喝了吧，还最贵的。班长是不是被骗了？亏大了，明天我得找他再要一杯。他嘟囔着。陆天一听立刻来了精神，小柔姐，你想喝奶茶，别找你们班长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买。买什么买？你快和同学去玩吧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，我也要回宿舍了，拜拜。霍柔挥了挥手，拉着水月就往宿舍跑。陆天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神情有些失落。身后的同学凑过来，笑嘻嘻的调侃，我说你怎么非要拉我们来大学这边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看到人家朋友圈说在礼堂，立马就跑过来了，结果人家2句话就把你打发了。陆天被说的脸一红，恼羞成怒，滚！幸好水月和霍柔带了件外套，回宿舍的路上勉强能撑住，手里的奶茶被冷风一吹，很快就凉了。水月喝了一口，眉头微皱，确实难喝。霍柔已经开始幻想接下来的美好时光，回宿舍我就钻进被窝，贴几个暖宝宝，捧着手机看剧，完美。你朋友不是来找你的吗？你不陪他逛逛？水月随口问道。他又不是3岁小孩，有什么好陪的？再说了，他是跟同学一起来的，估计是想来看看要报考的大学吧，毕竟高3了，该准备了。霍柔不以为意。水月点点头，刚到宿舍楼下
下，一个女生突然走过来叫住了水月。你好，请问是水月同学吗？有事吗？水月愣了一下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一个帅哥让我转交的，祝你新年元旦快乐。女生递过来一个袋子，水月接过袋子打开一看，里面果然是一个苹果和一个热水袋，和上辈子一模一样，只是这次他终于注意到热水袋上的图案，一只卡通小熊，是谁送的？他心里隐隐有了答案，我也不认识，不过那个男生长得挺帅的，就是不爱说话。女生说完转身离开了。女生想起刚才那个男人的模样，脸颊不自觉地染上一抹红晕，声音也轻了几分。对了，他刚刚还在那边的小亭子呢。他指了指宿舍楼前的方向，水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亭子里却空无一人。女生完成任务转身离开，留下水月和霍柔站在原地。霍柔凑过来，探头往袋子里瞄了两眼，笑嘻嘻地打去，这不会是哪个追求者送的吧？又是苹果又是热水袋，这么贴心，改天把人叫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帅啊。水月没接话，目光怔怔地望向小亭子，下一秒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仔细听着，果然在小亭子附近传来一阵熟悉的铃声。小柔，你先回宿舍吧，我还有点事，晚点再回去。水月说完急匆匆朝小亭子跑去。哎，你等等，先回去换件毛衣再下来也行啊，外面这么冷。霍柔像个操心的老妈子在后面喊了两句，可水月已经跑远了，根本没听见，或者说即使听见了他也停不下来。霍柔无奈地拢了拢外套，转身回了宿舍。铃声还在继续，水月循着声音找过去，终于在大树后发现了他的身影。树干粗壮，几乎将他整个人遮住，如果不是他走过来，根本发现不了。顾子夜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但很快又低下头，手指不安地捻着衣角。水月心里一叹，果然是他。他挂断电话，铃声戛然而止，四周只剩下寒风呼啸的声音。那个江小姐，你们聊，我先回车上了。杨旭尴尬地笑了笑，识趣地离开，给两人留出独处的空间。水月走到顾子夜面前，轻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顾子夜睫毛跃跃颤动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低声回答：“中午。”